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一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着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变拢是。不管未来过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这世间的匆匆，多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上自在，我真拢是。不管未来过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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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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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啥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幸
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啥人来甲咱听相？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影相相，无影自遮。牵一半囝问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光影影，后暗搁遐水领配相偎。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Hello，噜，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调一下声音的 balance。大家安安，好啦，真的又是线上，好久不见了齁。来，而且等一下哦，我把那个聊天室，我聊天室忘记抓出来了，你们等我一下。谁？小山枪老公，恭喜猪猪入围走中奖，你好棒，该嫁给我了。什么？小三什么东西啦？而且下面那个什么小三枪你好又是什么鬼？你们现在在玩什么小三枪的梗啦 ？Hello， 大家午安，你们等我一下。你们可以不要给人家趁虚而入吗？趁就是猪猪很忙，在调一些设备的时候，对，趁我就是精明干练的时候，等我一下。入围走中奖嘛？哦，有哦，好有入围哦，入围即是肯定，真的入围即是肯定。我们这个走中奖
神仙打架奖，没想到居然有我的位置。好，你们等我一下，我记得logo，不是这个，好，最下面那个小三枪是猪猪做测试啊，对，猪猪在做测试，不过那个上面的小三枪怎么回事？然后在更上面的小三枪老公，可是下面代志是怎么了？谢谢你们啦，最近好忙哦，一切都非常的突然，对，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非常非常的突然要报名了，非常非常的突然入围了，谢谢非常非常的什么？就是我们可能那个 Miss Daisy 演唱会在2个礼拜后就要开始了谢谢你们什么 Pola， 我鸡皮疙瘩小三枪老公是谁啊？你们给我出来！还有什么小三枪？你们最近在玩什么小三枪的梗吗？我安安对他哇，小三枪老公，小三枪老公是谁？什么小三枪跟猪猪很配啦，都是很好吃的东西吗？然后入味对食材来说，对啊，入味即是肯定，对，你们等我一下，入味即是肯定，这个入味即是肯定，没错。等一下哦，入味即是肯定，好，对，入味即是肯定，对，入味即是肯定，没有错。好，我更改一下我的标题。大家午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打招呼，你们等我一下。你们的聊天室不要刷太快，你们等我一下，你们不要不讲武德。然后那个小三枪老公跟小三枪是谁？你们可以出来自首一下吗？等我一下啦，忙不过来。谢谢赞助，谢谢抖内，谢谢，感谢，赐我吃，赐我穿，感谢你各位哈。对，也是有醍醐然后品轩，哇，第7个月主宰专员了吗？谢谢。然后入味即是肯定吗？其实我今年金 V 奖怎么这么多奖项？等一下，今年金 V 奖的那个猪猪又有把那个什么水灵宝贝那个是什么奖？就是我投的那个料理，我把它整合成水灵宝贝那个是什么奖？怎么这么多奖项？我投了太多奖了。我的脑筋已经变成糊状的。水灵宝贝，我们那个整合的那个行销创意是不是？我们的相爱香沙料理是投行销创意是不是？应该不可能是企划啦。好，应该是行销创意。行销创意那一天我在编辑的时候天哪，想到这个，我就有7天的时间，居然就是把那个7个奖项编辑出来了齁。然后我就是可能又不小心打错字，我真的是打成入味即是肯定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错字还挺有趣的，因为毕竟是在那个编辑行销奖，然后我们这次行销奖参加的主轴又是我们今年度各式各样的那种相爱相杀原创料理嘛，对，没有对，另外一个是节目，对对，然后我就把入味即是肯定留下来了，说入味即是肯定，没有错，真的是这样子，对，毕竟就是我们这个奖项就是要入味，希望可以获得大家评审的肯定投太多了没错，就今年的我到底在干嘛我是谁，我在哪？我现在真的每天活到就是一起床，然后真的是每天问自己说what the fuck，我是谁，我在哪？忙成猪都没比我忙，我的天哪感谢他我加入36个月猪以世主总裁，对，但是是你们眼睛越这样重我来看一下我们他这个年资他这个年资他哇你很像要60个月了他哇，我没有算错的话，我怎么记得你也像要迎向60这个数字了？哇靠，他哇我看一下我们的年资记录表而且我是每一个月都很有诚意的用手记，你们有听到吗？我的小本本、小笔记本，不是你们那个想到的那个奇怪的本本那个奇怪本本那种低潮，不是。好没事，总之我这个很重要的那个年资本本，年资本本，
对，他哇，没有意外的话，你像迎上60了。你们大佬那边也可以，就是帮我稍微也记录一下。对，我怕说就是我这一阵子太忙，然后万一就是有少记还怎么样的话，对，会影响到你们的那个福利的部分。对，不要让你们权益受损了。但基本上我这边会记得，就是会尽量帮你们记着哈。喝水缓缓啊、谢谢。要60大寿，对，他哇60大寿。60大寿，感谢各位大佬和猪猪看。别这么说，小天，你就是逢年过节，就是通常就是小天会投递那个半年的数值，真的是半年一次。为什么说半年一次？对，就是不管是几月，半年一次都可以。但是小天就是很固定的，可能12月、1月就是会投个半年，然后6月、7月再投个半年这样子。对，大概这样算。对我都非常了解，你各位什么时候会加入，就是可能什么时候会投递这样。感觉就是有一个默契跟一个数值在那边这样子，就是用手 key 吗？绝对不会，就是不。我就想要用手写记录下来我们尊爵不凡的年资，这样子不行吗？恰恰，你小心你今天走在路上会被橘子 K， 我跟你说。哦，对了，恰恰，你的那个养生宝的礼券。前2天我们也有在跟养生宝的板板就做确认，然后他说哦 OK， 他会尽快出货，他很像也忙到就是把那个货就是反正压在那边，但他没有忘记，他说他只是就是最近大家都太忙了，对，不好意思，最近大家都太忙了，就连养生宝板板那边也太忙了，很像稍微延后出货一下啦，对，谢谢你们的酒后。小天忘了已经有多久了吧？小天呢？我看一下，你们这个翻阅的手感。总之呢，小天我帮你记录到您的年资基本上是到2025年的今年的12月份哈，今年的12月份。那没有意外的话，小天其实已经投递了1年半哦。对，不对，哦不，小天已经投递2年了。没有意外的话，小天现在是24个年资，对，但是我稍微晚一点会再跟你们再做个确认，这样子。恭喜他娃迈入耳顺之月，是他娃你耳顺了，他娃你可能要订一下那个寿桃塔，跟大家庆祝一下。然后觉得用手写反而很珍贵，手写超珍贵的好不好？现在你看，我们要 ChatGPT 的协助，我们怎样 AI 叭叭一下出来，或者是说现在手写的什么信啊、明信片啊，甚至是亲签，越发珍贵了，好不好？那个会增值哎！你们尊爵不凡的年资，我当然要手写啊，我才不会说我懒得打，对，因为对我而言手写比较快。手写真感情有温度，是不是？对，但是我现在的生活排程太忙碌，生活排程我现在就是从今年3月起被大宝老师逼着，就是不要再用手写了，请好好爱用 Google 年历，就真好用，因为像是每天大概哇会穿插很多事项要去忙碌。那如果说我还用手写的话，就是写到死。不然3次用多很容易忘记怎么写字嘛。对，我已经是忘记怎么写字的那一个了。你知道统计还有谁买那个75C 的资格吗？您放心，莫急莫慌，我还有2个礼拜可以统计。总之呢，我已经先请米娅准备好25张，应该是够，应该是不会超过。因为呢，我们挖贝的资格最多也不过就是20出头张。对，如果要再超过25张的话，我真的就是猪了。而且我跟你们讲，好，我先接完聊天室，没事，只是怕就是填错，没事，恰恰我们比较不好意思，对我们团队都忙到快疯掉了，对，忙到快疯掉，对，还年轻吗？如果您要跟我们他娃比的话，你们的确很年轻啊。论年资的话，我们他娃已经是那个，他娃已经可以叫你各位叫金孙了，你知道吗？乖孙啊，他娃你过年很忙哦，你要发红包。你要发红包给乖孙哦。然后这位朋友是翱翔的翱吗？看一下，这位是翱翔的翱先生嘛？你好，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哈。然后看一下，我再回到我们聊天室哈。所以那个小三枪老公要不要出来自首一下？应该也不可能是小妮妮，小妮妮她不会玩这种奇奇怪怪的土味情话。然后这边订单有些手写的，有些客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会有犹豫一下，自己名字犹豫一下，我是觉得有点夸张。三哥いらっしゃい，然后西亚多利桑いらっしゃい，Google 显示力真的超方便啊，超方便。但是往
用手写比较有温度，是不是？是不是 Lover 用手写超级有温度啊？然后就随便一张纸这样写一下填一下就好了。如果说你要录电脑，你还得打字，还会有多被人家嘲笑的这个嫌疑，还会被人家嘲笑，干脆不要打，用写的，对不对？反正我写错擦掉你们也听不到，对不对？下雪猫已拿下来，小猫 OK， 手写猪猪特别是我的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们，现在还是依旧就是坚持手写亲签啊，这个是保留给尊爵不凡的我的高阶会员们啊。阿公有2倍。他哇，你居然想甩锅给我们个丢逼阿公，我们丢逼阿公接下来是真的会把你们抓进录音室，看你们怎么被我玩哦。我那一天真的会请我们美男录音师帮我开个小直播，半小时也好，我要在里面，我要在线上看看你们怎么痛苦。而且我们讨论出来，就是其实有1、2首是可以让你们合作参与的，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先把我们可以录的东西先把它完成之后，再看说哪一些可以嘿嘿吼吼让你们一起嗨的那些东西加进来，这样子。你觉得很傻眼是吗？那天手术没事哦，那个手术有出现，像就不会再说的也是哦 ，Rover 手术成功，太好了，对。然后那个会被抓进去的那个，可能就是年资第1名的，一定是有机会啦。然后我们的小妮妮是我们这一次挖贝专案冲第1名的，一定也是有机会啦。然后那个阿崔啊，我们的妹博啊，也是在我们这次的专案也是冲第2名、第3名的，绝对也是会被抓进去啦。好，那至于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年资要怎么去碰撞，我们会再抓几个上来，请静待猪猪通知。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痛苦，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痛苦，知道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啊，说到我们福利熊刚刚讲到那个一拳特点，我给你们看那个贴纸，猪猪画好了。这次是猪猪亲手制作，非常的有温度啊，非常的有温度。你们给我好好收藏啊，你们好好筛选一下，你们要印在你们自己的脸上、肚子上、屁股上。不是屁股不要好了。屁股我担心你们被抓走，你们要印屁股不要叫我印，你们叫我的小帮手印，拜托不要把你们屁股掀出来。然后好，我看一下一拳特点的贴纸，来讲讲给你们看，给你们看。一拳特点点，这个就叫做一拳特点的大佬们独有独家回馈。哦耶！我觉得，因为我原本是想说，是不是要委托出去，就是因为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嘛。我原本其实是真的委托出去，然后请米娅就是替我找，就是看说有没有谁可以制作这次的一个标章这样子，对。但是呢，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开给你们看呢？只是我是不能接受啦。但是我觉得好啦，要不然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因为太忙了嘛，所以请米娅委托出去，但是委托出来的我非常该怎么讲？好，总之呢，委托出来是长这样子。长这样子其实也没有不行，因为你们稍微观察一下，它有一些巧思，你们观察出来吧。来，就一个拳头，上面写迪卡嘛，然后下面的字就是一拳特点，对。然后这个图的巧思基本上大家应该看得还蛮仔细的，因为就很简单，大拇指是什么，应该看得出来。我喝口水哈。是的，3个大拇指有只猪，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巧思也不错，然后我就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就还帮这位老师就是稍微把我要的巧思再更改给他，这个是我要的巧思，就是我希望是有点像那种猪肉标章，然后可以印在大家脸上或者是各个地方嘛，然后就有点像标章，所以我是用红色的部分，然后就是请
可能设计这个的老师就是稍微再加一个圆圈圈，然后还有一拳特点的，还有什么台湾安心臀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对，好呢 ，OK， 然后结果米娅报价给我这个东西要4000块，这个东西要4000块，你知道吗？那个东西要4000块。然后我就有点傻住，我想说，这个东西要4000块，这个东西要4000块，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样太不合理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当中有什么误会吗，还是怎么样？然后我想说，那米娅不好意思，还是说我自己去洽谈看看，就是说你给我这个老师的 Twitter 或者他的联络方式，我自己去跟他问看看怎么回事好了。对，然后总之这个是商用价钱。4000块哦，就是红色的部分并不算在里面哦，就这个黑色的部分4000块，然后我就傻眼，我说米娅没关系，那我自己去洽谈看看。但是米娅又说，她只是随便找一个学生这样子，然后她说还是说，就是你觉得这个价钱不 OK 的话，就是说再看怎么谈。我说这不是，我说我说其实这个已经变成我就是在这个圈子3年多听到最夸张的报价，因为你们还记得像泡芙老师，我们围了很多图嘛，泡芙老师的报价也没有收我这么贵过，就是你们懂啊。然后我想说，学生，你是学生，你敢报这个价钱？所以我其实当下是觉得说，不然我去谈看看好了，因为学生可能不懂怎么报价，然后我觉得至少我也礼貌的跟他回绝掉说，不好意思，这个报价我们可能没办法，但是我亲自过来跟你讲。但是米娅她又可能怕我太忙吧，又说没有啦，只是一个学生这样子。那我就说好，那没关系，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爆肝，我也自己画，这个4000块我省下来。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傻眼，因为其实在这个圈子也很谢谢就是愿意照顾猪猪的会师们，因为我委托到的会师们他们的价钱真的都很佛心，不要说佛心啊，就是说对我而言就是合理啊。或者是像泡芙老师帮我们画了很多组我们现在可以用的这些贴图啊，全彩，那时候泡芙老师一个也才报我大概400块还是350，我忘记了。所以我看着眼巴巴看着前面这个拳头，虽然说他的大拇指变成猪猪很有创意，我是觉得很可爱，所以我觉得你要收我4000块，我就觉得これが無理，这个太激烈了，所以我马上跟米娅讲说，我其实那个时候马上想到的是牛妈，你们知道吗？但是我想了一下，哇，时间太赶了，因为牛妈毕竟家里还有小朋友要照顾，我就觉得很担心麻烦她，我想不行，我自己来好了。所以我就昨天又爆肝晚睡，快点把这个一拳特点拼出来，这样子都赶紧自己画。对，然后米娅就是我就快点这2天快点把那个印章，请米娅替我快点印出来，就是那个印章的部分。对，那章的部分米娅说没关系，她有找到厂商可以尽快帮我们制作。但贴纸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少量，所以米娅是说可能她要自己去，我也不知道就不知道去哪里印制，然后再帮我用有那种圆形的裁切工具把它裁切下来之类的吧。对，所以就是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太放心之类的，这样就是画这张比较生气的感觉。对啦，因为我想说既然我要亲手画，算是要亲手设计的话，那我不如就是可能就是做出我要的样子。对，因为时间真的太忙了，不然其实这些东西我真的也很想自己去设计啊，所以我才想说要不然但是时间真的不够才委托出去，但是委托出去发现哇靠，这个好雷哦，怎么这么雷，要4000块，我想说好，我觉得我还是自己来好了，我就跟米娅讲说，那没关系，米娅，我这个我自己画，然后可能贴纸跟印章的部分再请米娅看说就是他那些费用跟可能麻烦米娅的一些服务费再报给我这样子。对，因为我是觉得整体来讲4000块我是完全没办法接受，好夸张哦。
但是没关系，有这个小插曲。变相的呢，我们这个一拳特点由朱蒂卡亲自为您设计，哇，又增值了。你们这个7500真的是真的花的非常的值得。不严格来讲，应该是11500块，对不对？花的非常值得，对不对？哎，是我们乌马伊拉夏，是我破西乌马加洛伊拉夏，谢谢。这是烙铁涂药吗？我真的也还蛮想用那个烙铁，我觉得那已经不只是超度的问题了，大概是会变成黑粉，你们知道吗？你们想被这个被热热的烙在你们的身上吗？哇靠！4000块要做烙印了，我也这么觉得。好啦，总之就有这个小插曲，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总之，你们的一拳特点从可爱版的升级到了真的是非常气愤版的，升级到了就是猪猪气愤的亲会，说我自己来，闪开，让我来，4000块省下来，钱不能这样随便乱花。对，然后好，那么现在就是印章其实应该是来得及出来，然后贴纸的部分，米娅说应该是她那边应该是有那个圆形的那种裁切机器啦。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得要去找一下可以完完全全裁切出圆形的那个机器。我觉得因为这个用方形的贴纸会觉得有点可惜，果然还是要用圆形的吧。烙铁的成本太高了。谢谢汤姆先生，对，都会帮猪猪编辑我们的置顶留言。然后置顶留言部分呢，对，我好像今天还没置顶，来等我一下哦。一拳特点就先放在这里，给你们一拳啊，等我一下哦。读好，我现在真的是每个礼拜五就很期待，就是说是不是礼拜五又快点有时间可以开台跟大家聊聊天了。每次礼拜五感觉都是在交代，就是说我这个礼拜又忙了些什么，对不对？好忙哦。或是做成纹身贴纸好像也行嘛。纹身贴纸的话没有不行，不过就应该是时间来不及，所以我是倾向我们还是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圆形贴纸送给大家。从舞台变成擂台，又变成新潮，哇靠！8月1号先生真的好，知道宣传 B Stage 门票吗？没有错，我们来把它置顶上去哈，可以被揍。不好，你明明也是可以被揍的其中一个，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装死啊！那个要请丁爷确认火候吗？也是哦，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真的要把一场专场办得这么的抖 M 的话，我们还得要聘请丁爷来看火候，我们还是要聘请我们吴清老师来超度，是要不要这么忙？啊？然后突然发现比会场上面弄祭坛还夸张，是不是？这是我这2个礼拜唯一不用加班。哇，是我们雅晨，你先说，我们这个小三枪老公是不是你？怎么这口气看起来就是我们雅晨会站住的口气哈？雅晨，最近你还好吗？雅晨，感谢雅晨也是我们的绿界大佬之一。对，我们雅晨就是固定就是投递绿界支持猪猪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然后工作加油哦，知道就是大家工作都很辛苦，然后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哦。好羡慕可以被揍吗？我记得雅晨这一次应该是没有被揍，对，不用担心，没有被揍就没有所谓皮肉伤或者是烙印的问题，对不对？然后高桑伊拉塞一条龙服务，沈月伊拉塞有听觉、触觉、嗅觉、视觉，对各种享受的一场盛宴。你看看我们这场 B Stage 演唱会多么的值回票价！来，我们快点置顶一下。有人提到加班吗？哦，恰恰您也是吗？你还活着吗？雅晨大佬，小三江老公到底是谁啦？莫名其妙。好，来看看啊，来，我们来把那个置顶的这个放上去啊！而且我刚又忘记吃饭了，我就忙着要开台，我又忙到忘记吃饭了，妈呀，肚子开始在饿了。不过因为今天有提早开台嘛，所以猪猪也预计可能忙到3点，最晚3点半之类的。对，我也要继续去忙这样子。然后，来我们来置顶一下哦。
一拳特点的流程越来越完善了。我也在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完善？有必要这么完善吗？有必要完善成这样吗？根本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到底是在完善什么？有需要这么完善吗？有需要吗？这是要有线下现场喊砰的。线下现场喊砰就算了，我还要唱那个什么 Sakura 刚下。你们这次真的是赚烂欸！这次的 B Stage 演唱会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哦妈呀！救命！好，等我一下哦。好，我们像 B Stage 演唱会的置顶链接应该有放上去了哈，应该帮大家都放上去了，又可以投递明年的知名奖计划书。这个是，哇靠，有动机耶，善的循环耶，我的天哪！哦，讲到奖项，今年拼了7个 GMV 奖，然后走中奖真的是，只能说这是意外中的意外。走中奖完全因为猪猪因为很少在看那个 YouTube， 然后我对于很多网红只知道说他们很厉害，只是我没有时间去关注太多，对，因为可能真的是生活太忙碌，所以又何况是走中奖这个奖项，我一直以为说这个就是否这些在网络上面的这些可能 KOL 创作者的专属奖项，我想说可能我们生而为 V 大概就是金 V 奖。然后顶多就是我们现在要拼的这个专辑出来，可能明年拼看看金曲奖之类的，完全没有想过走中奖这条路是可以走的。结果在今年走中奖的喜妹 Kitty 就是那个最后一天报名还最后一天有没有？报名最后一天晚上，那天印象很深刻，就是8点洗完澡出来吹头猛啊，我要吹头发之前就想说有人密我看一下那个工作讯息，就看到大宝老师传了走中奖的那个报名的那个网址，说猪猪这个要报一下，然后我说那是走中奖我是 VTuber 我可以报吗？说可以的，你那个卡夹就是在那个期限内有产出这个音乐都可以报。我说真的假的？要报吗？老师报啦，报。好，老师我报了，报都报，好我报了按下去，好，马上关掉视窗，去忙其他事情，吹头发，然后准备刷牙睡觉。报完之后，连自己都忘记自己有报这件事情。小喵喵，欢迎加入我们的以示主总裁，谢谢你，感谢我们尼氏企业非常非常支持本频道。我们尼氏企业的升官帽，目前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的吉祥老师正在制作当中。那我们升官帽完成之后呢，也会是12月底或者是1月份的事情啦。那个时候会有我们的第二 B 阿公，也就是我们2倍老师AKA 我们华语 B-Box 教父，好多称号，会亲自登门到府，把神官帽送到尼氏企业的手上，好吧，赚烂了可以看到植树现场喊砰。我真的谢谢你们各位大佬啊！你们真的是欺负我，这舍你们其谁呀？不知道啦，不是啦，趴趴熊，你熊会是不知道咯，趴趴熊，这个趴趴熊也实在是走那种就是线上很爱欺负猪猪路线，但是线下也是那种很礼貌很暖的类型。因为我就是前2天雪玲宝贝收到她的蛋糕嘛，然后雪玲宝贝有分享说她的阿公阿嬷很难得看到她阿公阿嬷吃这么多巧克力蛋糕。然后我可以感受到雪玲宝贝真的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哦，我就快点去密趴趴熊，趴趴熊，我要谢谢你，虽然说你平常都很坏，很爱欺负我，可是真的很感谢你赠送雪玲宝贝这颗蛋糕，他们家人真的吃得很开心。对，然后我讲完之后，马上就放了那个福利熊的那个音乐，然后马上跑掉。然后我才会有前2天就是跑到那个我们 DC。然后左顾右看之后，我又故意在我们 DC 放那个福利熊的那个影片，然后我再次跑掉的这个桥段，你知道吗？对，报的都报了嘛，他哇，对不对？不会有吧？谢谢小妮妮，谢谢，感谢小妮妮，谢谢你们的支持啦！这个频道可以遇到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真的呢，我只能说运气很好的，所以我今年的天色日我都会去补运呢，我都去补财呢。我们天色日又要到了，10月6号，我又跟呼噜老师报名好，我要补财运哦，我要补那个财库这样子，我要补我的贵人运，你们都是我的大贵人呐，真的太感谢了。所以小妮妮，请问这个小三枪老公是你抖的吗？这怎么样看起来都不会是我们小妮妮或者是我们小喵喵抖的吧？那请问这个小三枪，请问是我们小妮妮抖的吗？不是嘛？我们小妮妮抖的话，这边多一个0嘛，对不对？是这样，对不对？到底是谁呢？谢谢你们的支持，对，谢谢。
天天帮猪猪老婆吹头发，让她报名超雅晨。好，总之这个小三香老公总之现在暂时抓不到犯人，然后就好，这个就是雅晨抖的，好，这个我不管，就塞给他就对了。这感觉这么晕眩的东西，雅晨就是你了哈。燃烧神教伊拉塞，对啊，是送福利的福利熊哎。要是真的是的话，那个反差也挺有趣的吗？哎，他哇，是哪一个反差？我现在脑雾了，我现在脑筋突然断线。我们刚刚讲到哪一个话题，然后反差很有趣，也不是小妮妮。哦，对对哦，对不起，我讲到的是谁抖内啦？等一下，对，他哇说，如果这是他妈，这是小妮妮，我就是猪。好了，我本来就是猪。小妮妮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可能会是他们的口气。这个离世企业的口气不会这么的油，这实在是太油腻了。好了，喝口水，来喝口水。然后真的也一整个礼拜又整整没有开台了。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固定演唱都是礼拜五开台，一直到我们专辑发行之前，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啦。好想大家哦，每次就是在忙录音啊或者在干嘛的时候，我就都会觉得好险还有 DC。对，就知道可能大家也是很忙，然后不见得也会常常出现在 DC， 但是我觉得好险有 DC 可以让我可能早上道个早安，或者是晚上讲个干话，然后或者是听你们在里面干嘛，或者是看你们在里面那个放 GPT 老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光是这些我就觉得很欣慰。本台的两个谜团，莫西跟小三交老公。莫西那个算了，反正那个莫西出号机也没有要来啊，对啊，对，而且我那天呢，我很像是礼拜三早上，我真的是录音，我真的完全录到没力气，因为前一天礼拜二，其实我们是上那个台北的动捕棚，就是我们要正式的录制我们1月7号4周年的3D showcase， 又是个跳得满身大汗的一个下午。我只能说动捕1真的很热，真的是满身大汗欸，满身大汗！我的天哪！我自认其实卡加这首歌其实已经没有算是很激烈了，但是我卡加这首歌还在蛮前面跳的，就已经是满身大汗了哇！何况是那个后面，我靠，那个真的是喘到不行的那些舞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次3D showcase 也是准备的非常非常的下趴，就喜欢就喜欢。录音辛苦了嘛？录音我是觉得其实很好玩，就不管是3D showcase 动捕还是说录音，其实都是很好玩的事情。但好死不死，就我们团队实在是心脏太大颗了，就专辑制作，然后年底要发行，然后3D showcase 同步进行，吃了雄心豹子胆，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他哇，你那个汗给我好好选字哈，10首歌都要跳的吗？我想一下哦，比较轻柔的歌，我先卖个关子好了。比较轻柔的歌，当然我就是跟拿个麦克风，就是摆摆我的手势啊，或者是说走到台前跟大家挥挥手，这些都可以带过。但是我们那些比较嗨的歌啊，比较帅气的歌，这个一定要跳一下，要是不跳很可惜啊，是不是？迪耶先生，伊拉下来，录音辛苦了，昨天访谈也超棒，迪耶先生，你昨天有出现是不是？谢谢你们，因为昨天就是我看凯琳好像很紧张，因为凯琳她是真的很紧张，她很像是昨天是正式第2次配信吧，所以我昨天是尽量 hold 住凯琳，看她想问什么，然后她想跟我聊什么，我就尽量先接住她。对，所以聊天室其实我有看，只是就是比较没有时间一一回复，不然我知道你们几个在凑我的啦，我都有看到啦，我都有看到啦哦。对，然后也很感谢昨天风色的邀请，对，因为我时间真的太少了，所以原本他们邀请的时间是在晚上，然后我是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晚上真的完全是没办法，可以下午吗？然后他们也是很阿萨里的说好，我们调整到下午这样子。然后南雄大帝也拉下然后左中长怎么出席吗？这是个好问题，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出席？我甚至在想说，我是不是要那个输出我的大头照，然后请我们团队，例如我们的德比阿公，或者是娘娘，或者是我们乌星好了，就是把那个很大的照片，然后端在他们的胸前，然后很庄严的走进场，形成了一个很庄严的局面，然后还黑白，然后那个照片还故意
意就是把那个饱和度抽掉，完全是黑白照片。你们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庄严？是不是我们很庄严的，就是出席这个走中奖的星光大道？是不是？你们是超级沃克团队吗？真的是超级沃克超沃克。龙飞伊拉塞，昨天访谈真的很棒吗？谢谢，我觉得刚好就是凯琳他们有 cue 到很多就是很有趣的问题之类的，然后可能再加上凯琳她真的很紧张，所以我其实昨天有稍微逗她一下，就是开个车，因为她其实在我们配信之前，她其实就一直她是真的很紧张，因为她真的比较少配信，所以她昨天跟她的团队其实一直都很。就是喘息声很大啊，对，那个不是娇喘，不是我们要讲那种奇怪的东西，所以我是稍微就是先hold 住凯琳的节奏这样子，看蜘蛛演唱会这种轻柔的歌，也是一堆动作吗？对不起，我就是个静不下来的孩子。对，我觉得iPhone 面捕抓不住我。我其实现在聊天，我也就是各式各样的肢体语言，想让你们知道，对我很想你们，你们知道吗？对，不愧是大前辈。对，你说我们摩西吗？叫我们包一台 iPad， 上面是我的脸。好像也可以耶。好像可以耶。有人有 iPad 吗？有人有 iPad 可以连线猪猪，这样就好了，对不对？之前也有其他的入围，而且得奖过的可以参考吗？我记得很像是体体的样子。体体那个时候他是怎么走星光大道的啊？我去参考一下好了。然后请唢，水力宝贝，我们请唢呐团队可以耶，可以耶，好庄严哦！天哪，扛一台电视推过去是不是？好像没有不行呢，我跟丢比阿公讲一下看我们就是因为走中奖很闹嘛，走中奖真的是大家都很疯很闹，所以我觉得可以耶，可以闹一点。缎带，对，我们上面还要别一个缎带，而且嘎叽条缎带，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请金导帮我有图片平板也是走星光。其实我不知道阿金会不会走，因为大宝老师其实他也在思考说阿金不晓得会不会走，因为他那时候人不知道有没有在台湾，对，所以搞不好是我们丢比阿公还有我们娘娘代表出席。然后总之就是我们团队的这些乐师们再看大宝老师怎么约好了，对，因为反正就是要很庄严的进场拿照片的是他们，不是我，我只要负责就是出点子搞他们就好。请一群女团在前面跳舞，更加好高北，等一下。太棒了！你们这是我们文化传承的推手，不愧是推手神，你们其实对，我觉得其实很多这种文化梗可以玩啊。而且我跟你们讲，我们已经有收到团队走中奖团队发给我们的那个邀请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邀请信的部分，好啊，我们看一下哈，那真的超磕巴的呀。等一下。我跟你看一下，因为他们这次有那个主题哦，他们有那个创作者出席邀请，然后好像每年都有主题，这个我就不知道，原来每一年都有主题啊。然后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开给你们看，我真的觉得好有趣哦，这条路上可以就是完成了一个就是哇非常破圈的形式，真的是太有趣了。D A 先生，谢谢 D A 大师，你加入了我们的猪仔专员呐，谢谢你，我们猪仔专员真的很感谢你的加入。不嫌弃的话，可以参考本频道最高 CP 值的以示主总裁，为什么呢？这个是堪比我们600块经理会籍还要便宜的以示主总裁哦。为什么？就某一天我在我的后台发现的奇怪，为什么我家的经理反而比我们家的高阶会员，也就是以示组总裁还要少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总裁跟我讲说，来都来了，当然是加我们开头最便宜的那个3啊。我说开头最便宜的3，对啊，连75块都比它贵啊，开头最便宜的不是3吗？我就加啦。我想了一下，很像是这样子，没有错呢。我们家那个600块很像，因为开头是6，比我们3200还要再贵。于是他们理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说 CP 值最高的绝对就是我们开头是3的以示主总裁。对，来都来了，不加一下吗？谢谢。这是我们，等一下，大猫老师，哇，大猫老师，哇，大猫老师撒彩虹，我靠，来都来了，大猫老师撒个彩虹嘞，我靠，大猫老师你彩虹也撒，我靠，你的彩虹太漂亮了吧！感谢
谢我们大猫老师，这个彩虹撒的真是漂亮。在我推广我们高阶会员的那个当下，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大猫老师的彩虹马上出来，普拉沙推蕊，好不好？大猫老师，谢谢你哦！感谢随心所欲也过来了，感谢我们大猫老师，目前真的是随心所欲吗？好羡慕大猫老师，谢谢你的祝贺！天哪，好开心哦！啊，而且大猫老师他真的好有仪式感哦！恭喜入围走中，超有仪式感的哎！来都来了，直接炸个彩虹吧，是不是？您各位来都来了，我们大猫老师都开头了，炸个彩虹来庆祝一下，我们入围走中了，谢谢你们，好开心，好开心，谢谢你们啊！妹部长，我们刚才想说那个你要小心，因为毕竟你是在我们这次的那个DOB 专案募资的那个大佬之一，所以你有机会会被抓进录音室录音，你小心一点。感谢猪猪让我们彩虹看，不，我们要感谢大猫老师让我们有彩虹看了，谢谢你们，我好开心哦！我最喜欢你们彩绘聊天室了啊，好热闹哦！啊，所以那个大猫老师，请问左边那个小三枪老公是你吗？我现在就捕风捉影，今天是跨节呀，谁节干你知吗？吼，这个谚语我很喜欢，因为这个谚语很可爱。看到一个影子，然后就觉得他生了一个孩子，跨节亚 C 姐的 g 就捕风捉影的意思，这样就是金谷花奈先生还是小姐呢？谢谢您的莅临，感谢猪猪让我们有彩虹看吗？陶瓦，你也是我们彩虹大佬之一，你在讲什么？然后绿这一般那种很划算，可以当做亲手料理吗？哦，谢谢，你们真的都是我真的是尊爵不凡的销售专员们，是不是？谢谢你们，感谢，让你们有这个啊。谢谢你们啦！每次我都觉得谢谢你们愿意把每个月的一些娱乐费用投注在猪猪的频道上面，这个对主播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因为特别是我们如果说是专心在制作专辑或者是制作一些可能音乐内容的时候，反而比较少时间可以开台的这个时候，抖内是真的是对主播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我如果少开台的话，当然就是会比较减少让观众看到我的这个机会，那可能大家也比较喜欢就是说开台抖内的这个来来回回的气氛，那我们就也比较少了这些的一个机会这样，所以我很谢谢就是你们愿意用你们的金流投递在猪猪的频道，形成一个健康的金流，形成一个善的循环，形成一个非常美好的永动机，谢谢你们，真的耶，因为我们专心在做内容的这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频繁开台的时候，你们的抖内真的很重要，太重要了，所以我才要谢谢你们。就不管是支持我的原创料理，我们的相爱相杀料理，或者是现在走过路过来都来了一道彩虹，或者是不知道这是谁，什么小三枪老公或什么小三枪谁，都谢谢你们，好不好？然后大额小额都是好额，不管是什么样的金额，70块也好，150块、300块都好。甚至有些大佬直接就可能丢了45600块，可能对他而言就是不过这465块的这个数字，对，但是都谢谢你们愿意挪动你们手上的娱乐费或者是资金来支持猪猪频道，我们认真做这些内容可以获得你们的支持，真的是很开心很感动，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生活下去生存下去，太重要了。小妮妮你现在讲这句话是，我突然觉得，那我们是不是要回馈小妮妮？感谢让我们有那个39万的那个神官帽可以制作，我们39万大佬小妮妮感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亲自拜访吉祥老师，然后帮您制作我们这个39万的这个回馈神官帽，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这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一起睡公园吗？哇靠！我们小妮妮邀请我们大猫老师一起睡公园，可以的。大猫老师，我们小妮妮是我们尼氏企业总裁，而且是高跟鞋女总裁。他们家的公园那个坪数之大的，几万吨的那种，几万公顷的那种，好不好？他们家公园不是公园，已经是一块领土了，你们知道吗？领土知道吗？感谢猪猪。你们不要这边给我装死，你们全部都傻过彩虹，你不要在那边。还有进场可以卡加电影版跟的 key， 好像也可以耶。我在看我们迪比亚公想怎么玩，待会我们迪比亚公如果有来低台的话，对，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迪卡这么棒，必须的吗？谢谢啦，好感动哦，谢谢啦，我超开心的啦 ，Secret。大猫老师，谢谢你的彩虹，谢谢，感谢你们愿意投资这个娱乐费，给予我们这些就是努力
做内容的这些创作者们，因为现在这些内容不只是我自己，还有就是牵线着很多很多的音乐老师们。或者是说我们 PB 老师们等等，这些都是牵在一起的。我们先锋兄弟，感谢你的莅临，谢谢你们，谢谢。合理怀疑大佬在看金额的时候，那么无聊。涛啊，你不也是吗？你都已经要60大寿了，本频道高阶会员年资第1名，到底是怎么闯出来的？我的天哪，到底是怎么丢出来的？对，身为一道彩虹公园，对，国家公园。你看我们阿崔也来了，我们阿崔我12万大佬现身，好不好？我们今天是大佬群聚在此，好，谢谢你们，阿崔猪猪入围走中奖了，好开心哦，好棒的彩虹！啪啪熊，你知道我们频道已经是不止彩虹的问题了，你那个已经不是彩虹的问题了。啪啪熊，感谢让我们水灵有蛋糕吃，啪啪熊感谢让我们柚子有机会被揍。虽然说这句话有点奇怪，但是我很期待你们在 V Stage 演唱会当天，你们可以的话，真的帮我每人录一句哦。请问被揍队伍从那边排队吗？每个人录一句，然后你们录回来丢给我，然后我再找一天开配信，然后我要在线上猜这是谁，就是这句话是谁在讲，这样子好不好？什么抖彩虹吗？你们彩虹已经抖到不想再抖了，你们还想怎样？你们彩虹像那时候我们算数值是什么2820块吗？还是多少钱车？对你们而言不就28.2块哈，对不对？大人们上月一起睡公园，基本上我们你是国家公园的等级啦，对他们那边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什么该怎么讲保育类的一些动物啊，例如迷你猪啊，或者是麝香猪之类的，开始造谣。有丢过彩虹？没有，我们啪啪熊不屑彩虹，我们啪啪熊直接就是可能那个直接绿界可能1次半年1年的那种，那不屑彩虹。彩虹是什么？那个太低了，对，等级太低，对不对？采访被揍的感想吗？可以，可是我觉得要有人力帮我采访对，例如就是说你们面线可以互相采访，然后就是很闹的那些录音档都可以丢过来，对，就尽量丢过来，然后我再猜出是谁讲的，也是可以。有的人祝福的时候丢彩虹，有的人开声的时候丢彩虹，也有的人为了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丢彩虹。对，迫害在本频道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形状。对，感谢爸爸大王让我碰对。水灵宝贝，你可以不要随随便便把你的账密给其他大佬吗？还有其他大佬，你们可以不要随随便便到我们水灵宝贝的账号吗？到底到名山火山口那是什么东西？有山有海，外宾公家贵队不愧是你总，谢谢猪让我碰碰猪嘛。雅晨你就没下来被揍哦，你最好是出现在那个排队队伍，我跟你说。感谢爸爸大佬让我捧给你。而且我想了一下，我可能要去跟，对，我觉得我可能要去跟那个板板去要你们 VIP 的那个门票的那些名单呢，我才知道说到底你们谁可能有机会买到1拳特点。我在想大概有几个人我已经有安排出来了，对。我问你们哦，你们在买那个10月18号的 VIP 资格的时候，你们是要填本名吗？还是说你们有填匿名？你们有填昵称吗？好，不管是本名还是昵称都好。我现在在思考一件事情，我的贴纸有多准备，但是会不会那天我没有抓到，但是他明明有1拳特点的那个资格，我却不知道？不行，我一定要抓出来，不可以。是 K 是 FK 的上伊利亚赛，谢谢你，谢谢1拳女王。是 FK 的上，你应该是没有要被揍啦。对，如果真的要被揍到你，我真的对我真不行，真的是没办法，揍不下去。你这考试没办法，没人想去吗？没关系，考试要紧，好不好？大家工作跟生活要紧。布鲁斯就会多。布鲁斯要跟我讲说他这次没有要去，不然我要让他尴尬到死。我跟你讲，这次我不会揍他，因为搞不好他也没有买这个资格。可是我就在一直看着他，我就会看他尴尬。他上次让我多尴尬，你知道吗？他上次让我尴尬的份，我要双倍奉还。我跟你说，就大到3，感谢加入24个月猪仔专员，认识猪猪2年了，就是我从C 字库进化成。
我跟你们说，我接下来是神官帽，神官帽有胖好吗？怎么但是还是一样胖？我没有吃豆豆，奇怪，这个谣言到底要造谣到什么时候？本名哦，要核对本名是不是？好啊，本名对我也反而方便，因为你们的本名我都知道。啊，你们的本名我都知道啊！我每次那个全家出货，你们的那个店铺我也倒背如流了啊。多玛さん、おやすみなさい。ゆっくり休んでね。おやすみなさい、多玛ちゃん。好，我们多玛先生应该要睡觉了啊。好多好多的活动在今年进行，在今年发生哦。确定他一定没去？我觉得现在连让薄荷讲的话我都不能相信。我现在就连薄荷的讲的话我都不能相信。他原本很乖的，他原本很乖的，你们还记得薄荷吗？他原本很乖的，他以前真的很乖。你们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在 Play One 的时候，乖的跟什么一样？小绵羊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他一定是交了坏朋友，就是你们这群坏朋友。主角穿帮车会是主角吗？一样可以是主角啊！谢谢臭臭老师，谢谢你们啦，谢谢，感谢你们走过路过，就是来都来了还撒彩虹的。大猫老师不然来都来了，把他入围来撒个彩虹这样子，谢谢。我们恰恰已经17个月了，是不是？一定是他们带坏你。等一下，等一下哦，穷到睡狗我们妮妮总裁的万顷公园叫做穷稻穗公园，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日系了。这个名字感觉就是某个国家公园的非常气质优雅，非常风雅的名字。穷稻穗公园，这是我们妮妮国家公园的名字，穷稻穗公园。你们在这个搜寻一下，Google 搜寻一下穷稻穗公园，你知道吗？哇，穷稻穗公园它的名产是什么？很多麝香迷你猪，大家可以去喂一下捏捏，很可爱哦。然后现在很坏吗？很坏啊，浩浩老师，坏死了！明明来的时候这么乖，现在怎么变这么坏？他以前很乖的，主角碰什么东西不关我的事，但是不清楚啊，这个唯美变是什么一样很少。当然啦，不然我们摩西出号机怎么这么爱他，对不对？一样都很乖啊。雅晨是一样都很晕眩，对，一样都很晕。你想，爸爸熊，你是想听一下那个福利熊是不是？你是想听一下福利熊福利是不是？对啊，穷稻穗公园。然后 TSA 先生一拉下午安对不起，我刚被打断了。我刚才本来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一次转身的这个主题啦。来，真的是托我们真的是丢比阿公的福把我们这次的这个卡甲这首歌真的是制作非常完善完美然后真的是闯了很多的奖项从我们去年的金米奖我们拿下了原创曲奖之外，我们居然还有机会我们入围走中奖的颁奖典礼耶！哇靠，太酷了！而且我不晓得说原来走中奖的星光大道主题是每年都有，是不是？对，不好意思，小女子真的是真的是第一次入围，不晓得就是原来每一次的都有一样不一样的主题这样子。Play One 多久没有上线了？记得那就没去欺负主角的，你知道就好。你这个抖 S， 那个是我们的回忆啊。对，而且 Play One 我记得我们家的水灵宝贝或者是他哇，或者是我们的老面线还是会常住在那边。其实我有空还是会过去偷看看，哦。对，但是因为太忙的状况下很难跟你们约时间，所以我现在就先不约，只会过去偷看这样子。而且我会用小账偷看。Kimo 伊拉塞，你放，反正没差。不是啊，我放了，反正我还是收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拼图，还是什么奇奇怪怪什么数学试题。我觉得我现在暂时先不要放好了。好了，总之呢，主角转身亲自过面头旁，没有这种东西。我现在是神官帽造型了，有胖知道吗？你们现在还没有 Q 到爸爸过来证实我 no 胖，我就是有胖，知道吗？好第7届走中奖，我们将于就是11月
15号的礼拜六举行活动地点，哇，是伊甸式的摄影棚，哇，好酷哦！哦，是在内湖区，是不是？我们诚挚邀请创作者一同参与。今年董事长出席主题是转身哦，很棒。来，我们就是拿着我们就是非常庄严的这个照片，然后黑白转身之前暴风雨以前的年镜，我们这个黑白。转身这个东西就是生命的循环嘛，那生命的循环呢，要很庄严的走进这个星光大道，吹唢呐或者是五指什么枯木我也不知道或者是跪进去哭进去，我跟你讲，这跟转身也是非常非常合痛，非常非常搭的。为什么？对，生命的循环嘛，生离死别，生命的循环跟转身不就是同一个主题，在同条路上走到尽头。很多东西的重生以前势必会有凋零产生。我庄严的照片出现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我们先不要说它凋零，我们说它精明干练，只为了转生成更加精明干练的朱迪卡。这不是很迎合主题吗？是不是？是不是？开大仗，地府灵会跑出来。对，因为我想说，我每次过去其实都是真的是闲暇之余，就只有一点点时间有办法过去，所以我其实开大仗也不会怎么样，只是我担心就惊动到大家，大家又聚集过去，可能想聊天干嘛的，但是我真的又时间不多，担心让大家觉得说就一点点时间就觉得很可惜，所以我现在都是去向开小仗过去这样子。会是爸爸过来，从旁边防止裤子掉下去，就是转身为珍珠这样。真是你拿下来恭喜啊！谢谢谢谢，我们真的卡加这首歌真的闯进了走中哦，别人都是转身后的样子就出要转身那一瞬间，我们就记录在走中讲的星光大道，你不觉得这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吗？转身的这一瞬间不是吗？我们转身的瞬间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转身的过程什么的，大家可能基本上不在意，但是说真的，过程真的很重要。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就要遗留在，对，真的是遗留在我们的星光大道。然后大家就觉得参加颁奖典礼，在参加普渡版，还参加告别式这样。所以搭配祝生嘛，这首歌旁边放那个祝生唢呐版这样子。放火带那个提提得奖，然后推提提大荧幕上台，期待猪今年会怎么参战嘛？我觉得应该也是会用就是这种连线3C 的方式吧，我在想。对，我再跟大宝老师聊一下。转身这么久都早了呗，我精明干练，但是哪一个中都支持迪卡嘛？谢谢 FK 路莎，谢谢你们。对，所以我觉得今年很好玩啊，今年就是在看说，应该也是。其实我还真的蛮想用那个很庄严的那个让老师搬进去入场，好庄严哦！转身以前，我们要遗留在这一刻，不是吗？对，是不是？轿子入场，唢呐齐响啊，对不对？怎么办？好想 Q 阿胜帮我们去吹一下，但阿胜人住高雄，不方便在台北这样子。回忆什么卡叫？往生转身，迪卡是麝香猪、黑毛猪还是伊比利猪啊？好饿哦！谢谢，我肚子好饿，我还没有吃午餐。我今天打算可能3点就差不多可以收播这样子。到时会不会有人拿着迪卡的平板嘛？就表演少女白景，转身成闻香猪。开关先生，开关先生还好吗？开关先生眼睛在转圈圈。谢谢你们，谢谢，我们这首卡夹是踏遍了各个领域了，真的好开心哦！而且我就知道过来跟你们聊这个一定很好笑，你们一定有很多干话，你们一定有很多奇奇怪怪点子可以让我参考，这样。皮皮拉塞，谢谢你们，恭喜入围。一拳孝子国梦送猪出进场，等一下。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办法这样子玩呢？但是如果其实我这个人是可以玩很疯的，只是因为就是好想这样玩哦，可恶！转身啊，为了要转身成更
更加璀璨的那个花朵，在那之前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遗留在星光大道啊，我觉得很合很合我们这次主题准备转身吗？没事的 ，FK L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走中奖颁奖典礼的这里面的内容，不用担心，我们要转身啦，我再怎么转，我还是会黏在这个频道啦，当地茯苓啊齁。是因为这次走中奖的主题是转身，对，所以我在想说有什么很北烂的东西可以玩，这样子好想玩哦。我要跟大家玩这种北烂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当天对，当天就是我在想说，因为大宝老师毕竟是大老板，他要帮我搬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北烂了。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委托巫仙替我搬？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请巫仙替我拿着，然后大宝老师就牵着娘娘很优雅的进场，这样就好了。我在想，因为毕竟两位真的是地位不太一样，要他们拿着这个我庄严的这个照片，我觉得可能请一个小助理，我觉得巫仙还蛮适合的。对，吞珠娘娘。走中奖很懂，对啊，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很庄严的进场，我们把这个庄严的这个气息，我们这个黑白照片庄严的端进场，有没有？对，我们这个转身之前那个璀璨搞不好在我们颁奖台上就获得了这个璀璨好的这个记录，但在那之前我们先在这边转身一下，对不对？转身为璀璨之前黑白一下这样，对不对？就直接请大宝老师转身也不是不行啊。兄弟转身有急事，柚子这个是我最爱的转身啊。我该不会迪卡有所谓的前世吗？猪猪的前世我的前世是什么？我的前世就很普通的一只猪啊之类的。然后我肚子好饿我越讲越饿。顶着重大愿重大高姿势4个字入场，这样吗？不会是猪最擅长吗？让观众转身，的确是这样。对，我最喜欢了，我很擅长让你各位转身，可以转身然后变身这样，点子出的很有趣啊！什么真的是你看，因为大宝是他的地位是，他是毕竟他大老板然后娘娘更不可能啊，娘娘要美美的出场啊。我觉得还是委托一下巫仙，用各种传统文化元素来走红毯，我觉得可以啊。对，转身这个很重要啊。然后看来应该可以请个家具现场帮忙当少女。其实我本身不太怕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婚丧喜庆的这些东西对于台湾文化是非常非常代表性的。如果我怕的话，我去年还会请你们把罐头塔搬进 B Stage 演唱会吗？你们罐头塔都已经帮我搬进去了，我开心到不行我马上把那个图截起来，我们参加今年的那个金币奖，但是金币奖那个奖项我投了几个，对，忘记了，算了，不重要。我今年参加好多活动跟很多的奖这样子。桌子伊拉塞，桌子你还好吗？桌子你像感冒了，好好保重。丁熊伊拉塞，一只猪，对，我一猪怎样？对，一只猪，前世也是一只猪这样，然后。前世是1比例猪吗？哇，我这么高级是吗？可是因为有一些观众的观感不知道会不会不太好，就是会不会就是他们觉得太过，对，但当然这个就是如果是炒一个话题或者是炒一个流量，其实是有的，对，因为毕竟我去年把罐头塔都搬进演唱会，是我真的觉得那没什么，对啊，但是因为走中奖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对，我在想说。哇，要请大家去那个当少女，我很敢，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只是不知道其他人的观感不知道怎么样。前世就是珍珠美人鱼，都这么会唱歌是吗？很会形容，谢谢 FK L 抓不到痒喝不到饮料请转身，抓不到痒喝不到饮料，对，我的手就是这么短。少你学会了，就是前世今生都是你婆吗？好晕眩了，不愧是雅晨，你果然今天没有被盗账号这个就是雅晨，没有，这是完全没毛病，就是雅晨。该不好前世就是飞天少女，大家看过这一部吗？对啦，那是我前世啦，对啦，大家说看那个长大这样子，没有啦，我们现在很年轻。好，桌子辛苦了，感冒后也是一直会驾驶一台红色飞机的猪猪这样子。那个也是年代久远，但那个很经典。对，有听说过，应该很少人知道飞天少女猪，现在应该还蛮少人知道了。快病到转身了，天啊，太严重了吧！桌子保重好不好？没事，好不好？
觉得 OK， 毕竟很多民族对于丧事是用很欢乐态度面对了。我觉得其实因为毕竟一个人解脱了，他要轮回到下一个生命呢，其实也算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台湾宗教这边，通常都是比较悲伤的事情。对，可可夜总会那一部我很喜欢。哎，等一下，不好意思，你们的聊天室跳掉了，我把它抓回来啊，你们等我一下。不要离我而去呀！我的面线嘛，聊天室怎么不见了啊？难道我们就不能讨论一下这个婚丧喜庆的东西吗？这个非常台湾文化的东西呢，是不是？迎合本频道，我们本频道去年 Miss Stage 演唱会都已经把我们的罐头塔搬进去了，精明干练都已经搬进去了，是不是？精明干练搬进去了，还怕什么？是不是？来，好，我们的聊天室回到大家身边了。怎么办？今天有聊不完的话。只想跟你们聊天，完全没有想打开麦克风的意思，这样子。而且可可夜总会我看到哭我觉得好感人哦，超感人。只要飞天小女警哦，好 OK 的，飞天小女警好看。宝妮，道教也是很快乐吗？其实我已经忘记道教是怎么样。请问一下那个要哭，然后要那种很悲哀的那个是什么教的呢？然后仔细想想，要轮回太可怕了，下次面对可能是地球资源匮乏。没事的，我们这一世，我们这一代都已经很努力活着，我觉得活下去总是有办法的。对，还是待在灵界就好吗？可以的话，我想待在祝生娘娘旁边，谁哪都不想去。我可以在祝生娘娘永远当宝贝就好了。对，是搬精明干练的，对，你们是搬精明干练的，对，精明干练，我这边还有留存照片啊，精明干练啊。不信我给你们看照片，我的照片呢？我还编辑金米奖的那个77页的那个论文班的企划书谢谢你们帮我搬了精明干练的罐头塔进去，你们真的好优秀，你们真的是太优秀了，全部都是我的抄。等一下我因为77页的论文那个照片量有点多，照片都去哪里了？哇，我今年金米奖77页的那个论文啊，到底是怎么编辑的？7天拼7个奖项，然后其中一个还77页，到底是怎么拼的？我要精明干练啊！等一下，我突然一下找不到，我丢这个好了，你们自己看，这是精明干练。你看精明干练，对不对？一目了然，对不对？精明干练。谢谢你们帮我把这个罐头塔，真的非常有祝福意味的罐头塔搬进了我 Miss Stage 演唱会的现场，我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哦！是不是一目了然，精明干练？谢谢大家，谢谢。我带出卷完不？变成悠悠白书也不错啊！我可以在里面看帅哥民间传统吗？朴实无华。呼叫，我觉得这个开关先生很懂，非常的懂。道教是戴斗笠穿蓑衣的那种，佛教是穿黑纱。原来是这样子。而且也不晓得下辈子还会投胎成人还是成猪嘛。我觉得我今世可以投胎成猪，真的是很幸运对，今世可以在这个 B 圈投胎成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佛教不提倡哭，国文老师皱眉头吗？没有啊，是精明干练啊，对不对？你看嘛，我就说我们观众真的是很挺我，非常认同我的精明干练，对不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收下了我的精明干练。当然，这个也有放进我们今年金咪奖的某一个企划书里面，因为实在是太闹了。好，我喝口水。所以今年 Miss Stage 演唱会，没想到完成了一个一拳特点的形状没想到完成了一个一拳特点的形状来，我们这一拳特点的标章呢，即将在我们1月18号让你们领回去。然后还会让你们盖在你们身体上的某部位请你们慎选想盖在的部位，好不好？
好，那时候就会转交我们小精灵帮你们服务啦。那个草被吃掉了没有？绝对就是精明干练，你们送给我的这个精明干练让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啊。没事的，猪猪，我们可以跟你5分钟。没有，就是精明，反正就是精明干练。对，你看我精明干练，哇，精明干练，对。以佛教角度代表已经修行圆满，都是舍不得返回，更让人走不开。哦，要开心的、圆满的送他走，原来是这样子。几月吗？开关先生，你说什么 ？V-Stage 演唱会吗？啊，有太多活动了。1月份是我们3D Showcase 公开，1月份是1月7号是猪猪4周年，我们3D Showcase 目前跟专辑同步进行中。我的肝要没了，天哪，好可怕！然后如果是 V-Stage 演唱会的话呢，10月18号我们置顶连结，好，马上就有活动的讯息。然后我这边我看一下活动的图片，也再开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 VIP 票目前还有剩余少量，欢迎大家购买起来。虽然说我们一拳特点已经过了这个加购的时机点了齁，但是呢，我们的 VIP 有握手会资格，握手会资格。如果说您还是想亲自站在猪猪面前传递你想让我知道的精明干练之类的这些话语，或者是想要跟猪猪握握手，或者是还有捏断手骨的机会，都不要错过我们现在 VIP 票券资格还有仅存的几张哦。然后奇怪哦，那个D N 又被我丢去哪里了？好，总之呢 ，VIP 票券资格呢，还含这些特点哦，很可爱哦。我猪猪的那个娃娃，超级可爱。我大家在那个下载一些照片给你们看。好，这是我们特点的内容。我真的觉得这次的娃娃啊，板下重本哎，真的是板下重本在卖。我的天哪！那个当刺青刺在身上，然后把那个图做成，已经有人在讨论烙印了，你知道吗？对，精明干练大姐，谢谢。而且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娃娃的图中，超级可爱。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裙哦，然后有好多那个没有穿衣服的屁屁，有好多那个没有穿衣服的屁屁，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屁屁。好可爱，超级可爱！给你们看好多只屁屁，我棉花娃的屁屁。我要转圈一下啊，有了，好多的屁屁哦。等一下，为什么没有？不是已经？好，等一下哦，好多屁屁哦。好，屁屁来了啊！新修伊拉塞，你看好多的屁屁，这都是猪猪的屁屁，这都是我们3200的 VIP 特点资格可以获得的哦。而且这个屁屁，如果你们现在真的很喜欢，但是 VIP 可能对你们而言负担太重，没关系。我们这个屁屁呢，对我们这个棉花网是有在现场独立贩售的。对，我们这个棉花娃是有分开贩售的，但其他特点的这一些周边，我记得应该是没有，只有我们的屁屁，我的棉花娃是有分开贩售的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请可能有参加演唱会的朋友帮你带，还是说您直接到现场支持，直接带走也是可以哦。我看新修的都想要久住青烟，听到什么没穿衣服你没穿衣服，好哦。到时候什么2045年碰到新观众就把背后露出来，全部都是每年一拳特点的烙印，哇靠！20年呐，我的天呐！然后对，好多屁屁超级可爱的。对，我现在有示意拉塞，这次的棉花娃衣服是可以脱掉的，而且真的很可爱。这次棉花娃真的超级可爱，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对吼，我等下转会线好了，我等下转会线啊，真的很可爱，太可爱了，你们知道吗？然后等一下哦，
这实在是太可爱了。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照片可以分享的，一堆屁屁啊，排排站的屁屁，太可爱了。哎，我的 DC 画面怎么不见了？哎，我的 DC 呢？哎，彩彩为什么突然出现了？彩彩，太多屁屁，太可爱了。然后，哎呀，我们都没有穿衣服哎，真是的，好可爱哦。再给你们看一下哈，而且是手工制作，所以你看那个屁屁的脑门还没有缝起来，这个是一针一线要慢慢缝起来的，所以成本真的是很高。我们不管是屁屁啊还是脑门，全部都要手工缝制。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正面，哇，我们没有穿衣服哎，哎呦，好可爱哦。口气还很讨厌，哎呀，怎么没有穿衣服了？好可爱哦，这样子。好，这个棉花娃衣服都是可以脱掉的，而且它那个小配件也都做得很精致哦，你都可以自己就是帮他穿搭这样子。听到迪卡没穿衣服，一堆人手刀冲过来，那你们倒是买回家就可以把屁屁塞在那边塞屁屁，知道吗？标准的迪卡粉就会品质保证的一圈特点烙印，没有错，没有错哦，这是我们爱的证明，这样子。然后黑夜猫伊拉塞，帮大家付费解锁来看，来用力看，这前只够看30秒，多退少补哦。好，对，30秒过了，好 ，OK， 好，要继续看，记得要多付钱，知道没有？哦，屁屁的脑门不是啦，他哇，我说的是。屁屁上面的脑门，屁屁上面的脑门还没有缝起来，好吗？他哇，你不要 Q 那些奇奇怪怪的词好吗？对啊，肚脐哦，就这样卖给人家。不是 DA 大师，就是我们还是有附衣服，不要这样子。如果你们真的很爱这个屁屁，你们至少要把衣服带走，可以让我穿个衣服吗？不要这样，虽然高雄很热，但10月。也入秋了，让我穿个衣服可以吗？我们这个衣服是一起卖的，真的很可爱，超级可爱的，超级可爱。屁屁，可以在头上缝香菜吗？好，你们可以自己缝。什么自己挖洞？挖什么洞啊？彩彩都被我弹掉了，彩彩。屁屁上面的那个是，就是哪一个？这我不好说，而且好像也不方便说。对，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这个缠上去跟盘头发一样的这个，缠上去，我们只要缠上去，跟盘头发一样哦。你缠上去，你就给它扣上去，就跟你盘头发一样，就这么缠。这个缠上去好了，跟盘头发一样哦，缠。因为我这手还要前面还是不是连这个衣服配件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哦？就跟你盘头发一样就好啦。所以我们这次 VIP 真的板下重本，欢迎大家，还有一些资格都可以买起来，好不好？都可以买起来。什么PO的原因找到了啦？怎么穿衣服好麻烦？那你们拿到之后可以不要脱啊！你们等一下，你们拿到之后不要脱不就好了吗？而且对不起，我现在才突然想到说，我忘记跟你们确认我的 B 券还可以吗？我跟你们聊了，哇，已经1点了。我跟你们聊了大概1个半小时之后，我才想说，我还没有确认我 B 券的大小。等一下，你们先帮我确认一下 B 券大小好不好？那好可爱，对不对？就这样缠，没错。念的那些对缠，对念的那基础。哎呦，不少没有盘过头发啊，你们可以去问他哇。我们他娃盘头发经验可丰富了，对不对？我们他娃盘头发经验非常丰富啊。对，缠一下，那他娃你就教他们怎么缠嘛，对不对？他娃你就现场在10月18号现场教学啊，是不是？可是要洗，为什么要洗？不用洗啊。他娃你不是他娃，对不起，彩彩你要被我丢掉了，臭彩彩。放太久要洗可是通常你们娃娃放在那边摆着，为什么要洗它？你们娃娃通常放在那边摆着要干嘛？
就放着看，顶多它生灰尘，然后拍一拍它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洗？哦，轻装还可以吗？哦，的确跟人生 OK。哦 OK， 我们闲聊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总算知道我们现在的 BGM 原来是 OK 的状况，实在是太棒了。对，就是我们前1个半小时都没有被白费掉，这样就好了。我现在觉得很放心，心情很安详。哦，很多灰尘是不是？哈，我的娃娃很少洗，因为我每次都担心洗了之后，然后它有那个没有晒干的那个霉味，我非常不喜欢。带回家一定要洗吗？哈，我都很担心说它有霉味，然后洗了会发霉干嘛的，我反而都不会去洗它，怎么办？我反而都不会去洗它。哦，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走中奖的客服。好的。好 ，OK， 没事。好，我们要填表单哦，我们要填参加典礼的表单，然后10月14号以前要完成表单。天哪，时间好快哦！快点，我只剩下10天的时间，我要决定一下我到底要怎么闹这一出。我还有10天的时间可以思考一下，我到底要委托谁帮我走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转身主题这样子。好，原来大家回去都会洗，然后再抱抱。我的天哪！那你们可以帮猪猪娃娃洗澡，可以啦，可以洗，记得把它晒干，不然里面会臭臭的。都就绑头发，是不是？我们恰恰总裁也可以哦，我们恰恰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弄啊。要整只烘干，不然我就烘干哦，我都是给太阳晒耶，太阳晒总觉得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干，可能看环境因素，一定不是为了色才行。请问这只这么小的娃娃是可以给你们怎样色？你们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连这么小的蜘蛛娃娃都不放过，怎么回事？不是，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东西。等一下，原来你们刚刚在讲说啊，不可以色。原来你们在讲这个东西，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要洗？你们就连这么小的屁屁都不放过吗？你们就连这么小的屁屁这个缠上去都不放过，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他还是个孩子啊！他还是个孩子，你们居然不放过他？放过这个屁屁吧！你看这么小巧的屁屁，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他色？不可以色，知道没有？好可爱哦！这么可爱的屁屁，你们忍心色吗？彩超哑巴的好不好？可以自备娃包带珠哦，只会绑半头或者是绑马尾。那这样子恰恰也是会缠头发，也是可以缠上哦，就缠上就跟盘头发一样，就会不会更容易被变态？我现在才懂好不好？武谦老师他们需要被超度了，武谦老师他们现在就地立马请超度他们，谢谢。讲得很正常，放太久会有灰尘。我实在是活得太单纯了，我天哪，我实在是活得太单纯了。什么我好糟糕，你也糟糕，你全家都糟糕。就是彩彩跟他讲的不可以色。等一下，我要抓那个图。不可以色。等一下哦。等一下哦。不可以色。不可以色狗。等一下，我不是这个，怎么又跳到 V 不是 V 对，怎么又跳到 YouTube？ 等一下，不可以色。真是，等一下哦。好，有了。好，我要严厉的声明，严厉的谴责，这个棉花娃不过20公分，
这个浑圆小巧的屁屁，还只是个孩子，你们到底想对他做什么？不可以色色，知道没有？当对方想要色色，发动此卡可以进行反制，让对方无法色色，知道没有？不可以色色，他还只是个孩子，知道吗？谢谢大家，好可爱哦。好，我把聊天室抓回来。你在色，你全家都色，色彩彩，彩彩不可以色色，什么？彩彩真的很欠揍欸，彩彩。而且彩彩，你知道你莫名其妙被我们阿印师送了这个月的迫害吗？我不管，反正阿印师说要就要，你就是得收下。来，你下次什么时候休假？我一定要把这个非常富有台湾味、台湾价值的这个香菜皮蛋生乳卷送到你手上，我不管。你们大家都已经收到了吗？有吃了吗？我真的觉得很好吃欸，真的是太好吃了，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好吃了！感谢阿月饼提出了这个非常荒谬的这个组合，然后我还真的给它做出来了，我们还真的做出来了，我的天哪！而且它是真的是好吃的哦，哇，肚子好饿哦，只是想把手放进去吗？把手放进去当布袋戏，请问它有什么洞可以让你放进去吗？难怪卡片是彩彩，原来是这样，没有错。好大一块吃，是不是？而且我故意不切边哦，因为其实生乳卷左边右边都要切掉，它就是那个边才会收的漂亮。也就是说，我只有帮你们对半切，然后另外一边其实我也可以帮它收尾就是切掉那个比较，就像寿司啦，你要看到那个切面剖面，就是可能外围的部分要把它切掉，它才会变漂亮。我故意不切，我只切一面。因为我要让你们吃多一点，我不管，一个都不能浪费，一个都不能浪费，知道吗？对，而且我自己还有在留最后一小块冰在冷冻库，要珍惜着吃，真的很好吃，好好吃哦！每次都好羡慕我们大佬，每次都好羡慕我们大佬，可以改造上面的猪猪布袋戏，不要改造啦！请问他是有哪里可以给你们改造吗？是不是？他还只是个孩子，这个这么小小浑圆的屁屁到底要怎么改造？不能改造啊，就抱在身上就很可爱啦。而且你看这个传上去，你看这个头发虽然说是没有的状况，可是它真的做得很精致，好漂亮哦！就跟你这么漂亮，你们舍得吗？你们舍得这样对他吗？这么漂亮，你们舍得？缠上去，对啊，真的很可爱，很漂亮，超级漂亮。好的，谢谢大家啊。然后看到你看到这个真的很害怕吗？为什么武谦老师要看这个？你说哪一个？你说我们的香菜生乳卷吗？还是很多屁屁很害怕？感觉很像是要处小人之类的吗？哦，好啦，又过了1个礼拜，每次都好多话想跟你们聊哦。好的，好，总之谢谢有机会入围这次的走中奖，超级惊喜，超级开心。哦，你说蛋糕吧，那个真的很好吃耶！不管我们阿印师已经送礼了，送到心坎里，对不对？水母伊拉塞，而且啊，菜菜，恭喜你，9月份是延毕了，但是10月份暂时毕业，好不好？而且啊，我们趴趴熊总裁已经下指令了，对，10月份迎来我们10月18号。我们一拳特点的仪式在10月18号进行。那么10月份，我不也说了吗？我们的学姐为您各位尊爵不凡的这个一拳特点的大佬们准备了这个超度用饼干压模，超度用饼干压模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于是
你们不用担心，可能5000老师当场没有办法即刻替你们超度，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福利挪到10月份的压模饼干超度压模饼干回馈给大家，泼啦下催的喂，是不是？我们趴趴熊非常非常的体贴各位大家，在10月18号的那个伤痕，应该是需要被超度，被我们这个超度压模饼干的这个饼干温暖一下。于是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确定了10月份的回馈，在10月底会帮您一一出货，送到您的手上的超度压模饼干。我们这一系列非常非常精准的规划。但是我现在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一拳特点要为什么我们的一拳特点的规划要如此的谨慎，如此的细密？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一拳特点为什么要替各位规划？替各位规划的这么完善，这样子对吗？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啊！为什么一拳特点要把它完善化？不需要完善化的东西，为什么要变得这么完善？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人加油还是漏油是吗？买5只，1根手指1只猪吗？看来不由自主的来顶礼吗？会和平的这个月给大家清净位吗？谢谢趴趴熊，我们趴趴熊知道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要领取我们这个一拳特点，但当下可能朱蒂卡下手过重的这个状况下，我们5000老师又不方便在当场超度，我们把这个超度的福利挪到10月底10月底让我们集体超度大家，反正不会有你吗？彩彩，我是不知道你这样皮下去是不是你可以继续延毕下去啦。我们大老师现在就是对看着你知道吗？看着你把疯狂的食材禁止了是不是？所以原本趴趴熊是想要点什么样的食材啊？由此可见，彩彩桃说提看娘娘手掌心吗？这我是不好说啦。对，但是听说我们彩彩是延毕到9月份啊，10月份会不会延续下去？这个我们大佬的疼爱说时迟那时快，对，说来就来。彩彩，我只能说你小心啊，哈，清净吗？好的，清净大家。说到清净味，我现在真的肚子好饿哦。急着要开台，我又忘记喂饱自己了，救命！肚子超级饿。亲近大家的胃，没有错。看着诺诺不会是你，是没错啦。诺诺已经确定是大佬们的爱，真的是爱屋及乌，真是非常疼爱我们家诺诺。我们诺诺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今年都还没过，但是莫名其妙就是要吃我们的那个高阶会员回馈，吃到明年4月，不知道他怎么回事。诺诺啊，我们大佬的爱还喜欢吗？我们诺诺对，对啊，我们诺诺之前不是有另一个棋吗？就是猪猪要去跟他什么很疯的什么打什么麻将，那个我也不会打麻将，那个有没有被拔起啊？那个应该没有被拔起吧？帮你特制食材不用禁止转让给彩彩吗？哦，真的吗？趴趴熊总裁一句话，朱蒂卡照办，要转让给彩彩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在台上讲崩不是，这个才真的很欠揍哎！想当初之前最皮的那位已经被吴子神镇压几百年吗？好的，不晓得您说的是不是朱蒂卡最美大师兄16月大师兄呢？对，至于他皮不皮，这我不好说，我只知道他非常非常支持本频道的专案呢。肚子好饿哦，没有力气了，怎么办？我要不要去吃一点代餐啊？我在思考是不是要去吃一点代餐啊？肚子真的好饿。都是你们啦，跟你们讨论你们的高阶回馈，又看到好多食物，肚子好饿哦。好，谢谢趴趴熊总裁为大家谋福利。不但送了我们水灵宝贝1颗蛋糕，好，然后我们这个月还要亲近大家的味蕾，很单纯的用超度手指饼干超度你各位的味蕾，这样子。特制就用甚至食材给他数吗？彩彩啊，既然你这么爱芋头，
你的特制版本，我大概心里有底了。优乐扣背，你在皮吗？你彩彩想延毕有这么容易吗？啪啪熊，谢谢你，收到，小女子照办。然后奇怪，今天的这个一直记忆体不足，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聊天室一直记忆体不足。我先把一些浏览器关掉好了，你们等我一下。然后等一下我带大家看一下那个这次走中奖好好听音乐奖的各位非常神仙的入围者们吼，超级神仙打架因为这次入围我真的超级惊喜。我本身很忙，我真的比较没有时间关注 KOL， 没有时间关注那个 YouTube 的很多优秀的创作者们。对，然后所以才跟大家讲说，我就连可能我们身为 VTuber 可以投这个奖项，其实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对，然后就是投递奖项的期限最后一天的那个晚上，我印象超深刻。那时候大宝老师就晚上敲我，然后时间8、9点哦，然后那个时候。我今天讲第3次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又想说应该有刚来不久的观众，然后那时候晚上8、9点我才刚洗好澡，准备要吹头发，然后最近应该说今年度我都习惯就是时不时就确认一下工作讯息，然后看了一下讯息，大宝老师有敲我，想说看有什么事情，结果他把网址丢给我。就这个走中奖的报名网址丢给我说，猪猪快报，报这个不知道大家身为 VTuber 可以报吗？什么走中奖这个我可以报，可以啦，可以报，快报啊！最后一天了，报啊，卡加报一下，好，真的报了，好就报，好就报下去。然后报完之后，快点关上视窗，我就去忙我的事情。然后直到前2天在跟我姐妹烤肉，我们那天真的是久违的聚在一起，又聊了很多，然后就那天就是我们提前烤肉，原本是中秋节吧，但是我们提前1个礼拜烤，然后烤到一半又收到那个大宝老师的讯息，但是猪猪入围了，什么入围什么不是啊，金币奖这么快吗？不是啊，不是金币奖走中啊，走中奖走中奖入围，很幼稚。对啊，诺诺也超皮好不好？他这也是皮到明年4月了，这孩子啊，水灵要吃12个月。水灵已经吃完了，你在那边。水灵宝贝蛋糕已经领完了，你在那边啊？水灵宝贝蛋糕领完了，彩。然后那个好像是 YT 的问题，不是电脑的问题所以是 YT 的问题吗？其他人正常吗？有甚至彩的就没有。好，谢谢。那其他人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安详的原味的超度饼干，因为原味的那个色泽才有办法把这个非常非常安详的这个佛祖，非常慈悲的这个气氛，这个气息把它烤出来。如果巧克力口味不是不行，但这个佛祖黑掉了，佛祖黑掉感觉就没有安详的感觉。所以我想说我就用原味奶油的好了谢谢啪啪熊，各种法喜充满，非常的安详。诺诺跟你一样对吧？那你要看福利熊要怎么赐福啊？福利熊要赐福于你，并没有说要赐福于诺诺好吗？所以你可以吃12个月啊，那我提前呢4个月蛋糕而已。现在就是看说水灵宝贝就是说我们啪啪熊的这个回馈是要自己用，还是说12个月也是要给水灵宝贝服用之类的？对，这个也是啪啪熊可以去做决定。对，还是说啪啪熊连这个12个月的回馈也要赠送于水灵宝贝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啪啪熊可以再自行安排，好不好？什么猪猪好碰你才碰，你全家都碰。今天不是好像是 YT 内嘛，不知道哪一个部分写坏了都。难怪我想奇怪，为什么他最近一直出现记忆体不足之类的？我想奇怪，为什么你的记忆体不足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好，那我先把那个什么记忆体什么不足，先把它关掉。好，那么现在呢，你们等我一下哦。猪猪现在肚子真的很饿，所以，等我一下哦。我决定，我想去吃一点东西再回来，你们等我一下。在那之前，该3D 晕了，该了。
开啦！猪骹吞足机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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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开啦，猪脚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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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啦，猪脚吞足鸡调味，我回来了。等我一下，我戴一下我耳机哦。哎小，把音量注意哦。好好好，我喝个水。哦，吃点东西才有力气，不然我刚刚是饿到没力气。嗯。
是的，我回来了。啊，我等来了，不好意思，谢谢你们。刚刚真是饿到完全没力气，想说哇，这只眼都小了，我天哪！梁飞老师一大赛，梁飞老师，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啊，不是这个，也不是不可以色色，等一下，不是，等一下，我怎么开了这么多东西？这个，我们在这个18年华一朵花，18年华一朵花。我怎么觉得好有年代感？大宝老师，大宝老师，我们在讨论这个转身，很像真的可以请可能我们这次的，例如说我可能请我们工作人员小助理，或者可能委托吴昕还是谁帮我拿着很庄严的那个照片，就这样子走进去。要不然就是说把那个照片改成那个 iPad 平板，然后我的头这边动来动去，但是上面还有那个蝴蝶结之类的，我觉得很像也是可以这样子玩欸。没有啦，我上次真的有看垃圾信箱啦，我真的有看，但是有太多东西要确认，我就没有确认到。对，就是我想说奇怪，因为我前两天有收到那个客服的信息，然后但是那个信息很像是之前那个反正信件有记错什么之类的，他又再寄一封过来说啊，不好意思，他那个信件记错啦，然后又怎样怎样这样，然后我想说什么东西，什么信件记错，对，然后我就想我翻来翻去想说奇怪我怎么没有看到，对，然后我就去翻，因为他不是有分那个什么促销活动啊，什么主要信件啊什么之类的，我就翻那边，然后垃圾信件我记得我有翻到啊，但是那个可能那时候要翻垃圾信件的时候还是怎样，然后又有什么讯息突然跑进来说要确认什么有的没的，还不知道周边数量还干嘛的吧，完全就是忘记自己到底有没有确认。然后我就印象中我有确认垃圾信箱了，我想说哦应该有确认吧，怎么奇怪我怎么没有，还是没收到。然后我还快点跟主办单位讲说不好意思，我还截图哦，我还截大宝老师给我的图，说因为大宝老师他们家就阿金也有入围嘛，所以他们也是有收到那个入围者的一些通知信。然后我就 send 过去跟主办单位说，不好意思，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入围的朋友有说有收到这样的一个信件，但是我这边可能没有收到之类的，还问他说还是这样子好了，还是说你要帮我把那个信箱改成另外一个公用信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主办单位他们就回信说哦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说他们怎么讲信箱之类的基本上应该都有确定过，应该是没有错，还是说你要不要再次确认一下你的垃圾信箱？我想说垃圾信箱好啊，帮我出去看一下好了，结果还真的在里面。一下子要忙太多事情，救命 ！My God！ 然后我想说，哦，原来还真的在垃圾信箱，但是为什么我前两天没有看到？我还一直跟大宝老师讲说，天哪，我还是真的没看到那怎么办？还是跟他求救这样子。对，而且我们刚刚在讨论说，这个转身的部分在转身以前，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庄严的东西遗留在星光大道上面。也就是说，就是看请个小帮手帮猪猪把我很庄严的照片就这样子拱进去，然后上面还加一个蝴蝶结，然后观众问说有没有需要在现场帮忙哭笑什么之类的。我说那个太夸张了啦，我说那个可能会对，就是有点对，就是效果不错，对，效果不错，但是不知道会被人家白眼。对啊，反正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每一届都有不一样的主题，然后今年的主题就是转身。所以大宝老师，你跟娘娘要转身成什么？你没有想到了吗？就看来他们也是很熟嘛，这些剧。哎呀，我就记得我去确认过了，就还真的在垃圾信箱没有确认到，超丢脸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回我之后，他快说哦，对不起，还真的在垃圾信箱。我记得我明明有确认过，太忙了，我天哪，忙成猪哎！转身不是有箱型车吗？怎么是少女吗？
所以所以老师你是要直接塞头拉苦里比是不是？可以，你可以把我们整个剧组什么剧组人员或者是我们这次的乐师直接塞进头拉苦塞里比也是可以哦。转身上行车。而且因为我们在想说，大宝老师跟娘娘的身份不太适合把这么庄严的东西带在身上进场，所以我们在想说，我是不是委托巫仙，就是很庄严的带着我的那个很庄严的那个照片进去。我在想这件事情，不然就真的就是可能连线平板啦。对，可能真的就连线平板，然后就是我的头很庄严的，就是出现在里面动来动去，但是很庄严的那个平板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可以竖在那边之类的，这样子超有趣。对，日系产生嘛，什么好糟糕啦？你才糟糕，你全家都糟糕，彩彩。最糟糕的是你，完蛋了，你要继续延毕了。10月份还是有你，知道没有？10月份还是有你哦，彩彩，你刚在。而且啊，刚刚在跑去吃东西之前，有跟大家讲说，这一次的入围者，其实我今天早上才有时间去细看。妈呀，神仙打架！大波老师，谢谢你告诉我可以投走中奖的这个消息，真的是太感谢了。好，建新，谢谢。好 ，OK， 要去工作了，或者去忙了，先去忙，没关系。对，只是这次的入围者超级神仙打架我不晓得说黄明志也在里面，我的天哪！而且阿金啊，然后小麻雀乐团强强，还有大千，我的天哪！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因为我本身其实很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一类的一些消息活动。还有一些报名讯息，就像我昨天分享的，我昨天去凯琳那边联动的嘛。这次的报名我也是，我完全在状况外，真的是报名期限最后一天，然后才被大宝老师通知说可以啊，报名一下，然后真的要报吗？好啊，报啊，然后就报，然后报完之后快把网页关掉，再去忙其他事情。然后入围当天还在跟我姐妹久违的烤肉，烤到一半，就入围了。我心里想说，这什么入围？金币奖入围这么快？不是啦，走中奖走中奖很酷然后又是垃圾信啊，那种信息骂过你吗？真的吗？被谁骂？彩彩，他说砰砰之前那种入围，好像很，为什么砰砰跟入围走中很像很符合啊？为什么？再骂你一次，你走中属于外系上专注只能投稿的可能我把它想得太远了吧。我一直以为说生而为 B 可能顶多我们的舞台大概就是在金币奖，对，要不然就是说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制作那个专辑的部分，那可能就是有机会可能拼拼看怎么金曲奖啊什么之类的。走中奖完全不知道，原来我们也有这个舞台可以去走看看，这样真的是太酷了，超级酷。然后这一次好好听音乐奖的大家，我觉得说都非常非常厉害这实在是太厉害了这真是太厉害了，我真的觉得能入围真的就很幸运了，真的是大家真的是太厉害了。强强的音乐很欧美系，然后小麻雀他们这次这首歌做的还蛮，他那个风格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复古风格。然后阿金他好正，阿金他真的好正，就是从头到尾好正。我一直在看他的小蛮腰，而且阿金唱歌也真的是超级好听的。然后黄明志更不用讲啊，黄明志天哪，跟灭火器也太屌了。然后大千这首歌也超级好听，我过得好吗？都是好歌啊，都超级推荐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听一下。对，我是因为太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了。然后也还好，大宝老师就是提醒我说，原来可以报名这个东西，我才想说好，我去报名一下这样子。今年真的是忙到常常就是一早起床，然后就会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招监一开始这种台语
对啊，糟精的意思嘛。哦，糟精，四台兄跟砰啊，的确啦，糟精。那时候看到走中奖，其实也知道说他想讲的这些糟精，然后刚好就是有什么金钟啊，有金曲啊、金马之类的，然后刚好就是这个金钟跟走中，其实基本上很好，这个名字就取得很好。才最开始被念也是说你是又把 V 鹏鹏的联动性丢在垃圾声箱里面，然后那个时候等一下，我等一下，身上啊，对哦，还有这件事情，你看他好坏，他真的超坏的，因为太忙了，就是联动性对我那时候好像有发脾气，对不对？对，我还有发脾气，彩彩你那时候怎么那么坏？彩彩你那时候真的很坏就在这个频道，就是有把我惹生气的，好像有2位大哥，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自认我开台脾气很好，还有把我惹生气耶。这2位大哥，我只能说非常的厉害。迷惘的时候要敲钟吗？还是打宝的时候我这边要敲个木鱼？抖，太久了，这只彩香越变越抖 M 了。他现在已经完全不会惹我生气，他现在完全就是就只会就是每次出现都觉得他好 M 哦，就是他已经被调教成一只很 M 的彩彩这样子。隔天又安你哦，对，被我骂完之后，我想说，这个观众大概真的应该没有想要留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口气已经有点重了，大概明天不会看到他了吧。然后明天早上，就安，我想这个观众倒是花了发，很有爱耶，是不是？而且等一下啦，我怎么现在才发现我的这个挖空面应该在下面一点，它挡到我的丢逼了，对，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一层回忆在。对，安泽野先生，安，对啊，彩彩刚来的时候真的超坏就觉得说，感觉他是很侵入性的要来乱的，对，但是没想到他只是因为讲话太直接，然后是肯被调教的，还自己跑到 Play One 请你们调教他，还问我说，不是，他不是问我，他是跑到 Play One 问说为什么猪猪生气，他这样子，哇，还自动自主就是寻求调教我的天哪！是我们猪农先生入围走中，谢谢，感谢你们。对，感谢今天大家都来了，就是撒彩虹或者撒赞助，谢谢你们来了。而且大猫老师就一来就恭喜入围走中，然后撒完彩虹马上走掉，超好笑。来了，谢谢你各位，今天就是来了，就是赞助喝彩，都谢谢你们。对，来匆匆去匆匆。猪猪也是来匆匆去匆匆啊！我像是1个礼拜就是可以开个2次台，真的就有肉抠背了，真的。对，我就觉得彩彩那个时候是在乱的吧。时间过得很快，感谢你各位面线的调教，他像被调教的真的很 N， 一出场就是马上就觉得说很想殴打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们就希望猪猪生气。我觉得彩彩大概不会踩到我的线了，我觉得彩彩已经不会踩到我的线了，对。就是调教完之后，我发现他也不太敢踩我的线。对，今天大家就呈现一个把来都来了恭喜入围那个不是金钟，对不起，恭喜入围走中，然后想说我庆贺一下，然后就可能赞助一下撒个彩虹，马上走掉，这样来都来了，这样谢谢你们今天来都来了，还记得来祝贺猪猪，还有那个小三枪老公就至今不知道这是谁，怎么，然后下面那个小三枪到底是谁，什么东西？你们最近到底在干嘛？在玩什么梗？你们到底怎么了？谢谢你们啦，来都来了，最近开台时间我觉得应该比较有机会，就是落在每个礼拜5一定会开，然后3、4的话，现在我们都把3跟4这个时间拿来录音，或者是看有什么东西要讨论的就来讨论，然后所以再加上这个月连假真是他妈多，不是礼拜1就是礼拜5，所以10月份大概就是我常会忙到不见，可是我还是会在 DC 出现这样子，还没恭喜入围吗？我先老师恭喜入围。我要恭喜的是你们大家乐手们或者制作人老师们这首歌是你们的孩子，我只是负责出一张嘴这样子，可以再踩吗？我才不要理你踩，不然你都一拳特点，如果有资格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啦。金钟也想吗？没有了，金钟我没有办法啦，我又不会演戏，是不是？
我的知名干练就不是演出来的啊！我这个浑然天成的知名干练要怎么演，对不对？不会演戏，很不会演呢。你们要一个知名干练的人去演那个什么棚子，真是太困难了，你知道吗？啊，跟我无缘的东西，实在是不敢奢求。大宝说我像奢求是希望就是那个金曲奖真的有机会让我去走一道，谢谢大家。这次的走中可能我们就用闹一点的方式，看说就是委托吴昕替我拿一个很庄严的一个牌子，还是用什么很闹的方式出场，因为我觉得两位老师跟娘娘就是漂漂亮亮帅帅气气的，就是挽着手出场就好了。那至于我这边要很闹的拿那个什么很庄严的什么照片或者是平板上面再放个蝴蝶结之类的，可能想委托一下吴昕。就是可能是这个我们请小助理来做一下之类的，这样对。而且观众有分享说，很像是之前那个我们道题不是有入围嘛，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放火推那个推车，然后上面有放电视机，是不是？然后我可能还要再去找影片，因为就是刚刚听他们就是有口述，就是挺有趣的。对，我就想说，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看要怎么玩看看这样子。最可怕的4个字，来都来了。对，真的很可怕，我也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真是内地什么事情都有，真是太厉害了。对，应该说全世界啦，什么事情都有这样。什么要说谎？我就说我这个精明干练、浑然天成的东西到底要怎么演？我真的金钟真的这辈子跟我无缘了，你知道吗？看看我的精华，怎么了？满满的精明干练怎么了？什么不像演的薄荷？你是怎么了？想被踩？很好，10月18给我准备好。大姐，这是字。大姐，听说10月18号你人也在高雄呢，你不来一下吗？人都在高雄了，来都来了，你是不是 VIP 也补一下？你别给我补起来，最好是给我补起来，知道没有？谢谢秋天枫叶，陆伟走中至少达成一半啦，字面上的意思。好，字面上的意思，好哦。我觉得走中奖其实就是可以很不正经的玩一下，对，很不正经的玩一下，对，所以就看一下是要怎么样玩那个很庄严的那个气氛。我们转身嘛，是不是转身成璀璨的花朵以前，我们要把这个很庄严的东西遗留在，然后这个黑白的这一刻遗留在我们这个星光大道，我做一个过程，一个起承转合，我们要璀璨光辉照耀以前的这个转身，可能就是一片空白。一片空白的很庄严的照片出现，这样也不是不行啊哈！什么说谎的味道？我才没有要吞1000根针，所以本来就不是演的我跟你们说，我的高跟长靴已经到货了，它的质感真的非常的柔软，穿上去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的跟也非常的细，非常的长。你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我们的一拳特点要怎么玩呢？你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哈。买好了，等一下，大姐你等等，那好敬爱的大姐，你应该没有购买一拳特点，对不对？我相信你的性癖没有很奇怪，对，你应该是没有所谓的一拳特点，但是顶多我可以捏碎你手骨，好不好？好，这个捏碎手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大家面前，我真的谢谢趴趴熊，这是爱屋及乌的趴趴熊。对，我就是要在现场说我自己那3个字，对，那一切都是演出来的，那个没有办法，对，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说谢谢大家的支持。什么加个什么尖锥要怎么加啊？尖锥要怎么加？那是什么东西？你们为什么都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刑具啊？尖锥要怎么加？为什么有那些东西？那个是要去哪里买？我们长官已经要准备超度手指虎了，你们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准备？我的天啊！大姐，你说你不 N， 但我怎么觉得你好 N？ 大姐每次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是有散发出那个有点 N 的气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N 的气息啊，好，虽然说我刚刚我现在是吃牛奶麦片，其实也没有什么吃饱，可是我觉得先这样子，因为待会我觉得我陪伴大家大概到今天大概最晚到3点半。
对我可能要继续去忙其他的事情。对，所以从今年的9月开始，我的配信大概就是会变得比较，大概1个礼拜可能顶多真的就是2次啊，如果最多有3次的话是最好。对，但是我是倾向于说我的时间有限的状况下，我还是想先把我的专辑内容做好，对，这样才不会变成说两边倒啦，就是蜡烛两头烧，像是多头烧。像我跟大宝老师其实是蜡烛多头烧，对。不过我觉得如果要维持平衡的话，我可能还是得要先把专辑的东西，先把内容的东西做好。那开台这边像对我而言可遇不可求，开台对我而言现在已经是可遇不可求了，我每天都很想念你们。虽然我知道你们都在 TC 偷偷凑我，对我都知道啊，怎么做捏碎手口像电视剧一样简单？要不然你问恰恰有没有来呀？你问恰恰如果有 VIP 资格的话，我就看他捏碎手骨的感觉，看跟捏橘子哪个感觉比较舒服啊？哈，大家都很懂。等一下如果想，等一下，大姐你先说这个小三枪老公是不是你抖的？我到好像还抓不到犯人。我现在只能先从一些那个可能有点晕眩的那个下去抓，那个小三枪老公是你抖的哈。好，可以什么现场帮娃娃挖？你现场给娃娃挖洞，我会现场把你的脑门挖一个大洞，我现场用我的高跟鞋把你脑门挖洞，你给我挖，我让你挖那个还是孩子的娃娃，我让你挖，欠揍彩彩，你那么想要你脑门被挖洞是吗？彩彩，你就这么想当下被超度是吗？我们超度饼干都已经要帮您各位尊爵不凡的什么迫害者，还是什么尊爵不凡盟总们。好，我现在想说彩彩他也不是我们总裁啊，被迫害者嘛。好 ，OK， 我们超度饼干都已经准备，已经要在10月底替你们出货了。你就不想好好的先品尝一下吗？你就真的很想在10月18号直接被超度？肯定猜错。我肯定会猜错大姐吗？可恶！对，因为大姐有机会猜错哎！我天哪，什么赚烂了啦？你这个抖好啦，总之呢，与会的各位贵宾，就是在10月18号，如果你们有议程特点的这个资格的话呢，好，非常开心的，就是今天跟大家说，我们议程特点的这个贴纸的这个设计已经设计完成咯，已经完成了，啪叽啪叽啪叽。对，我们省下了4000块，完成了这个猪猪特制的这个特点排版的部分。对，有漏扣背。对，就是至于那个4000块真的是非常的罗生门。对，但是没有关系，目前印章的部分也是委托于我们米娅替我们制作，然后贴纸的部分我这2天可能会再稍微的追踪它一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弄出来，因为才25张。对，我还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圆形的，会比较圆满啦。对我而言，这个是比较贴切的，毕竟是标章这样子。但是如果到最后就是它必须要方形裁切的话，我可能再问一下牛妈那边有没有办法，就是委托他一下，然后再看说那个大概工本费用多少钱，我再汇给他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于你们的刑具呢，请自行准备好。好，例如我们长官的超度手持壶已经准备好了，对，而且他一次准备了2个。那如果你们觉得说哇这是什么好东西，借我用一下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好，那就是我们的基本款，我们的拳击手套，看要往你肚子上打，好，往你脑门上面揍，好，都可以吩咐朱迪卡照办，知道吗？什么星系名体？不行，这个有设计感的东西绝对不能有星系名体。而且我昨天在把这个猪猪的那个脸画上拳头兽啊，你们先不要看最下面的那个大拇指，你们就直接看这只猪猪，有没有觉得它好像很 muscle， 就是一只很 muscle 的猪猪，然后腿很长，手也很长，我觉得很迎合这次的一拳特点耶。就先不要看最下面的那个好啦，那最下面那个大拇指把它当猪尾巴好了，它就很像是一个手脚都很长的那个 muscle 猪猪，我觉得好酷哦。超酷的，突然就觉得这个形状超级的可爱，超级可爱。
至于如果有人带烙铁过来的话，啊，如果有人带烙铁过来，不要叫我烙你们，不要，我不要这个毒手，请到隔壁排的板板那边去。如果要什么奇奇怪怪烙铁，请隔壁排的板板，谢谢。大山枪老公，恭喜猪猪入围走中奖，你好棒 Q 的，但是猜错了，4该嫁给我了。不是，所以为什么要有大三枪老公？我小三枪老公猜错了，然后大三枪老公又是谁？不是，大三枪老公是谁？哦，识相了吗？还蛮像的啊，大宝老师。哦，准备要你命3000的话，啊，什么东西？准备要你命3000，会每一个都是吗？什么？那是什么梗吗？他哇，哦，他因为那天是晚上8点高铁，如果来不及跟前方。哦，天哪，盛虹，谢谢，好，没关系。而且盛虹，你真的是来都来了，不被揍一下吗？盛虹，你都已经有那个一拳特点资格了，来都来了，被揍一下吗？什么大小三枪是什么鬼啦？谢谢赞助，但是可以让我知道你们是谁吗？可以吗？不是，你们来都来了，让我感谢一下不行吗？你们就让我好好的感谢一下哦，谢谢你们的赞助，这次的入围真的是很感谢团队以及大家的支持，这样子不好吗？难道让我朱蒂卡这张嘴念出你们的名字是有这么羞辱你们吗？是怎么了？你们的名字是恐惊的吗？让我念一下感谢一下是不行吗？怎么了？这次会猜出多少？我的怨念，我的遗憾就保留在布鲁斯先生那边。他今年居然还没有要参加，是想气死我吗？让我猜，但会不会就中三枪？中三枪，等一下，中三枪是怎么了？中三枪感觉就是我们中山先生是怎么了？中山先生是怎样转身过来变成3枪了吗？啊！要你命3000！天哪，大布老师，谢谢你的科普。哦，我最近忙成猪，差点接不到大家给我的梗，我的天哪！为什么水灵宝贝也知道要你命3000？我竟然接不到，我的天哪！哎，差一次中3枪，对，哎，请问那个大3枪跟小3枪都有了，你们那个中3枪出来一下啦，好不好？反正来都来了，都已经有大小3枪，你们那个中3枪就那个意思来一下啦，夹在中间一下，谢谢啊，不对，他没有办法夹在中间了，谢谢。哎，希望8点高铁。也是，谢谢啦，不好意思舟车劳顿，谢谢你们。这班7点10分要离开会场，哇靠，超赶呢！而且你知道吗？10月18号真的是大好日子，为什么？因为那天好像有那个韩团要过来高雄这边开演唱会，然后啊，现在那个各地方，高雄各地方哦，不只是高流那边哦，高雄各地方的旅馆都那种身价暴涨，所以我说还好骚雪，那个最会惹我生气的那个男人，那个骚雪，还好有先帮你们把那个饭店订起来，我只能说 GJ 啊，很聪明，真的。鸭子你等一下，我还有什么没猜到的？要你一声西瓜刀的哦，我想起来了，对。哎呦，那么久远的梗，这个猪猪真的是啊，真的是实在是活得太年轻了，真是如果 Q 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在讨论演唱啊，欢迎 F 先生已拉赛啊，对我们各方面讨论，我们在讨论演唱会怎么走，他们在讨论就是我们演唱会那一天好像刚好那个高雄的饭店很难订，因为刚好有韩团要来开唱啊，巴拉巴拉的啊，对，中3枪老公，没错，三哥，你知道我想讲什么？这个中3枪老公，这个逗点要逗对地方，知道没有？好，初号心想断了我的思念，你是徐志摩是不是？不，我靠，不好！你突然摇身一变变成文人嘞！初号是想断我思念，我跟你讲，不可能！你们不要小看双子座的女人，你只要辜负她一次。他会念你生生世世到下辈子，不要惹双子座的人，知道没有？喝口水。
怎么就不二有捷运啊？不二有捷运，有轻轨可以到，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跟你们讲，高流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轻轨直达，好不好？轻轨一下去，马上就说哦，好山好水，旁边有那个会抢你珍珠奶茶跟包包的那个很多猕猴的那个寿山财山都在旁边，好水是吗？我们西子湾一望无际，对不对？然后看这个捷运图好像是要到美丽岛站转总之现在高雄的捷运线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像北部这么的丰富，但至少我觉得已经算是比以前还要丰富许多了。对，要你念在这个年，为什么就只有我接不到？猪猪年轻吗？我超年轻，今年5004岁，谢谢大家。话题不够老猪的，菜菜你真的被我折断，被我折断。你要都是能独当一面的杀人武器，让聚在一起看你跑啊！谢谢，我的回忆回来了，好了。只怕天蝎女人我觉得天蝎的人天蝎女人会很可怕吗？我只觉得我只觉得啦，天蝎人其实不可怕，他们只是很奇妙。其实我一直觉得天蝎人不可怕，从以前到现在遇到的天蝎的人，其实他们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可怕，他们只是比较奇妙，对，他们是真的还蛮奇妙的。好停车吗？如果有活动的话，还是建议搭大众运输工具比较好。对，那高流那边好不好停车？如果是机车的话，应该稍微再找一下。但是如果是汽车，强烈不建议你们开车过去。对，如果有活动的话，即使有停车场是有停车场，可是应该也会被填得满的，除非你自认很会找车位。好，那就可以try看看。红线搭到美丽岛，转直线到盐城埔，再到博二也是可以啊。很会记头，对，会写小本本，是就他们是很奇妙的一个生物。就是我以前都像遇到的天蝎族群，他们是很奇妙的生物，对，但是不会不好相处，他们就是一个很奇妙，然后用那个点要对到他们这样子。所以我说这个大三枪到底是谁啦？我不管，反正小三枪就先丢到那个雅晨身上，大三枪我就先丢到大杰身上了，就这样，谢谢。我精明干练，谢谢。所以我说那个中三枪你要不要出来了？来都来了，看看都多少人写进小本本了吗？不要问，很恐怖。不要问，很恐怖。我只能说我们彩彩这个百搭真的是不是百搭假的。对，以前我们他娃非常百搭，但是我们他娃传承了，好，就跟我们文化传承一样，我们这个百搭好，把这个调教好之后的彩彩传承下去。好，那接下来就看彩彩你要传承给谁了。我们这份爱，这份大佬的爱，再看说你想传承给谁呢？不用小本本啊，不用芋头姐姐。我觉得水灵宝贝最近很像我抓到了什么那个黑暗开关呢，总觉得有一些腹黑的东西，很像吃完蛋糕之后，不晓得为什么渐渐有点。水灵宝贝，我是做给你的那颗巧克力蛋糕是那个是怎么样？我可可粉加太多了吗？你黑化了怎么会这样子？我是不小心可可粉给你超亮了吗？怎么你吃完蛋糕感觉你黑化了？熊大伊拉塞，请问熊大是那个熊大吗？是我们那位熊大吗？昨天接触到的那位熊大吗？请问是昨天接触到的那位熊大的话，会非常感谢哦，这位熊大。这位熊大如果是昨天接触到的那位熊大，会非常非常的感谢昨天联动的设置，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感谢哦。因为这世界上才是太多熊大跟大熊，我要稍微的就是厘清一下，此熊大是不是彼熊大呢？是水灵宝贝，你先说说猪猪姐姐这次做的巧克力蛋糕，我看你跟你家人分享的很开心，我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谢谢你们喜欢。对，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某些开关被你开起来了？是因为猪猪姐姐这次不小心把那个可可粉的比例加太重了吗？怎么整个黑掉了？还很不会吃到，所以不会黑化吗 ？YF 先生这个基本上要看那个。最快的方式要看我们大佬要不要赐福。
或者您本身就是大佬，在前进大佬的路上，直接我们绿界开起来，然后1年份加进去，哇，马上就有一颗蛋糕。对，妻子不是你爱的，那个妻子是福利熊哦，对，但是福利熊现在那个应该是在忙，对，应该是在忙哈，像对，但是他那个这次10月份的福利送到彩彩身上了哈，10月份的福利哈，优露口碑彩彩。优露口碑，对，不会是加，啊，好的，我今天有提早开台，大概11点半就见到大家，然后很多话想跟大家说。昨天辛苦了，现在留个很多的啊，昨天真的是昨天的熊大哎，我们欢迎游戏新干线的熊大先生，啪叽啪叽啪叽。猪猪今天也难得可以开台，我自从开始录音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有机会可以出现在台面上。就是像线上这个 right now， 也谢谢熊大过来，然后也感谢熊大昨天就是在设置的时候有跟猪猪也稍微小聊了一些事情，对，真的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经营模式跟我的能运用的时间实在是很边缘，所以我很感谢他们不嫌弃，就是邀约猪猪，就是可能聊聊我们可能这个频道的一些创作的一些心得跟心路历程这样子，对，而且我昨天其实我知道凯琳真的很紧张，对，所以我昨天有稍微就是有跟她一起抓住那个节目的节奏这样子，然后也谢谢你们不嫌弃这样。迷你老公恭喜猪猪入围走中奖，你好棒！我长大之后可以嫁给我吗？等一下，是我的中文有问题，还是他的受词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文法怎么怪怪的？谢谢陆伟这个小迷你枪老公，谢谢那个，所以我说你们那个中山枪老公都得把出来了，都有大有小啊，那个中支的不出来一下怎么回事？谢谢迷你枪老公，但是你说你长大之后想嫁给你自己。不是与会贵宾们，请问你们看得懂这个梗吗？他是想自攻自受的意思吗？哦，也就是说他这辈子可能他理想的理想情人就是自己。我们家面线很爱自己，没有错。我常告诉大家说，你们要爱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自己一定就是最棒的那个自己，很棒。很棒，你们爱自己爱到自攻自受，我的天哪！谢谢迷你枪老公，谢谢，感谢我收到你的赞助、你的祝福，还有你的这个什么，因为你是迷你枪老公，所以你少了一个0也是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对，我们这个心意诚可贵，棋子跟芋头是2回事。哎，等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がQさんかしら？是 Q 先生吗？这个谁是 Q 吗？你刚是 Q 谁是嘞？然后还有熊大，别这么说，谢谢。这么帮忙吗？不会，时间很少，但是我觉得，因为跟游戏新干线跟熊大的缘分真的是太特别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第一场线下连线活动，就是纯白和弦的台北地下街的线下活动。那个时候刚好迎来了猪猪的1周年，然后那时候游戏新干线那边真的也很挺，因为那时候还是一只非常小的猪猪哦，但是他们愿意给我很特别的时间，也就是说，就是在我的不是4周年，对不起，4周年还没到，在我的1周年给我很棒的时段，然后还帮我加长时间。天哪！这么小的我，他们愿意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时间反馈，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游戏新干线的员工，大家真的是佛心来着，真的，所以我就一直垫在心里面，然后一直到之后，就是渐渐的有更多的缘分牵在一起啊，然后不知不觉就今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今年的自己到底在忙什么？我的天哪！对，然后昨天就是我们约到一个时间做联动，因为昨天的联动其实也原本是要在晚上，但是我有跟熊大讲说，不好意思，我的晚上时间基本上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那么他们也很阿萨利的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就改到下午这样子。太感谢你们了，超级感谢。然后因为从今年开始真的有太多事情要忙，所以我从9月份开始，我顶多1个礼拜可能开个两天或者是1天就很真的是阿里嘎代。对，所以谢谢
这么珍贵的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大家，谢谢你们大家。搞不好他还小打错哦，对，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迷你小三枪哦，迷你枪老公，可是不是他还小就不要叫自己是老公啊？哦，还是说他喜欢他自己，他是自己的老公，这样是可以的，自攻自受。对，什么跟猪一样碰，你才碰，你全家都碰。顶级理解，对，是顶级理解，是这样子吗？薄荷，然后宇宙大小花被拉塞，然后你说那 Q 哦，你说好，就那个 Q 神西你来了，我这个里啥嘛？来，我们的闪月这次，来，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点3D 晕啊？你们很晕吗？你们如果很晕的话，这次我们的闪月厂商来了，我们 Q 哥来了，再让大家晕一下，谢谢大家。亏的，猪脚吞足鸡钓味，钓哔，可以吗？够晕吗？有3D 晕吗？对，我只是说这个3D 真是做的太美了，你们知道吗？对，尤其是那个真的是又大又晃的，我说的是我头上的神官帽，有够大有够晃，它就连那个神官帽的链子也是可以用我自己手去拨它，超级漂亮。我们先感谢闪月，感谢 Q 哥。太感谢了，超级漂亮，那个又大又晃，蒙蔽了我的双眼的那个神官帽，真的是有够漂亮。对，我说的一直都是神官帽，我说的一直都有神官帽，对，并不是我的75C，知道没有？他还小，对，他还小，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了，对不对？粉碎对是什么东西？哦，很少机会可以看到猪猪要继续工作吗？好，YF 3344，对，这个时间算是大家工作时间都加油。希望张大眼睛才能晕吗？不需要张大眼睛，你就会被很多东西蒙蔽，被那个又大又晃的东西，尤其是我头上的神官帽。对，然后至于呢，胸前的那个就是75C 童叟无欺，谢谢。75C 童叟不是。我机敏概念 Q， 等一下，你是不是也被？等一下 ，Q， 你为什么会打砰？等一下 ，Q， 你如果被大佬威胁或者被盗账号，请你眨眼，可以吗？你可以眨眼告诉我的啊，你直接这样子打砰，就不是让人家知道说你被盗账号了吗？是不是？你才芋头晒太多，你全家芋头都晒太多，彩。对我们这次3D 真的有够漂亮，又大又晃，那个物理是漂亮的，之流畅的，尤其是我头上那个神官帽之漂亮的，对不对？我说的又大又晃的，会3D 晕的一直都是神官帽，你们不要想到奇怪的地方，知道没有？我哪里碰？不是，我就说我现场动捕的时候不是非常的精明干练吗？我自认我动捕非常精明干练，是不是？来 Q， 我就说。你要是被大佬威胁了，你可以眨眼，不需要这样子，知道没有？好了，我们先谢谢 Q 吧。这次猪猪的3D 真的是做的超级漂亮哦，超级美。但是我要把音乐先关掉一下。对，超级漂亮的，让各方面的物理都真的是好美，美到一个不行。没有，真的好美哦。超漂亮，而且这一支宣传影片出来，我真的是看得目不转睛哎，就是怎么看都看不腻，超级好看的，好开心哦！那猪猪的3D showcase 也即将要在明年的1月7号跟大家一起庆祝式的一起公开啦，对，而且。对，迪卡非常精明干，你那个疯狂加眼可以不需要打出来 ，Q 哥可以这样，可以你这样对吗？你这样子对吗？你这样子对吗？你是上次牛肉吃的不够多哦，你是嫌牛肉不够多是不是？什么芋头露出来了？
我就说我前面7属 C 童叟无欺哦，而且跟各位讲，我们原本的那个原本胸前的 size 哈是有被压缩过的，你知道吗？就是原本是更加的雄伟，对，但是我们就是有把它压下去，不晓得为什么还是这么的饱满，不晓得为什么还是这么的童叟无欺，对，总之就是7属 C 童叟无欺。那至于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动态让大家看的3D 晕，蒙蔽了双眼的，绝对就是我们美到不行的神官帽啦，吼，大家就是不用刻意猜想，对，那个实在是大到就是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是不是？大老师啊，我觉得 Q 哥他可能那天那个牛肉吃不够多啦，哈，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通打出来，怎么回事？我觉得我知道我在动补棚的时候非常的精明干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被哪一个大佬收买了，是怎么回事？多点了香菜。我跟你讲，没有机会多点香菜，为什么？因为我会拿去吃掉。因为香菜真的很好吃，香菜现在很贵，你知道吗？像这个社会太诚实也是。他哇，你在吸我仇恨值吗？你在吸我仇恨值是不是？你是觉得你很担心10月18号我真的揍不下去是不是？就你这句话，你完蛋了你。啊什么？啊什么啊？你肚子饿了吗 ，Q 哥？我知道你肚子饿了，对不对？好好，肚子饿要去吃东西啦，知道没有？大波老师，他们牛肉吃的不够多，他们在欺负我，气死我！我们那天吃的牛肉是高雄牛肉店，你们知道吗？就感谢大波老师带大家，算是收工吃牛肉，才发现说，哦，这些牛老大。屯妈很常去吃，而且那间牛肉真的很好吃，而且屯妈喜欢的那个熟度就是硬邦邦的熟度，而我自己其实喜欢的熟度是很深的熟度，就是很软，可能下去烫个3秒钟马上起来，对，所以每个人喜欢的熟度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推荐大家自己去烫，自己去吃，才知道自己要的熟度是什么。你说对，对，我都是对，没错，不是，我跟你讲，1+1不等于5，1+1绝对等于2，因为我数学真的很好，就跟100减22.88一样，是不是？我1+1等于2，我算得出来；我100减22.88，我也算得出来。好，这就是我精明干练的地方，知道没有？对，15乘5就等于60。好，这是猪猪的真理，好不好？猪猪频道真理，对。可以讲哇，2颗就会请你吃。对，大宝老师那天超霸气的。你们要是谁敢跟我偷偷去付钱，你这次3D showcase 的钱也给你付啦。哦，这句话一出来，每个人就是赶快被戏，快点吃，完全不敢去付钱，你知道吗？给我吃就对了，超级霸气，你知道？谢谢招待，对，真的没有人敢付钱，对，拜托了，拜托了，谢谢大宝老师，真的很好吃啊，真的谢谢大宝老师，对，把我们养得饱饱的。然后继续上工，对，然后虽然说专辑跟3D showcase 同步进行中，不过就是还好，就是现在我们都还努力的呼吸着。对，我其实今年在我们在跑那个募资专案的时候，我其实一度有在怀疑，我们今年下半年到底要怎么过？我在想说，天哪，这些排程过得去吗？就一直看着我的那个行事历在那边发呆，但是因为也忙到没时间发呆了，做就对了，真的就是他妈你做就对了，没办法发呆。没客气，吃得很开心吗？太好了，对，太好了。总之那个我们两位老师出现，记得不能随便付钱，不然可能要负担更大的。好的，谢谢大宝老师，那天大家真的吃得很开心。我觉得最开心的是那天，其实3D 动捕的时候，可以亲眼看到工作人员是我最开心的，因为其实我们在经营这条路，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线上，例如会议或者说 DC 开会是比较常见。但是我自己本人我很喜欢，就是如果有工作伙伴的话，我是希望有机会见上一面的那一类的超级 E 人。对，因为我本身比较像是 E 人，我其实不是 I 人。对，我不是你们几个，就是明明是 E 人，就是说自己是 I 人啊，哈。对，我这边是公平、公正、公开，对，所以
那天可以见到3月的 Q， 还有就是轮子啊，工作人员，超级开心。对，就是会觉得见个面，然后知道说可能对方大概说话的态度，然后大概他们的表情会是怎么样，说话音调之类的，我都很喜欢去观察。对，因为我这条路其实只能说走着有很多的惊喜跟很多的贵人都在路上，就刚好被我遇到了。一开始我们家面线啊，然后要做原创曲的时候遇到大波老师啊，然后接下来又很开心有机会可能拿下金币的奖项，现在就那个走中奖居然还有朱迪卡的名字在上面入围名单这样子，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常会有这种我是谁，我在哪，真的。然后又忙成猪，我真的觉得猪真他妈都没比我忙，太忙了，真的太忙。对，那开台的时间一直以来其实对我而言真的都是休闲时间。那当然就是募资过了之后，其实开台时间又更少了。对，所以其实我跟大宝老师有聊过这件事情，就是可能现在开台时间是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时间就尽量开，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把内容把它完整化。内容的部分呢，例如 3D 可能我们就交给 Q 了，这 3D 的部分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跟我们想呈现的东西全部丢给 Q， 让他去皱眉头这样子。让他这个可能怎样怎样，或者给 Q 那个工程师皱一下眉头这样。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传达我们想做的东西，因为 3D 的东西我可能不懂，对，但是还好就是这些专业的人都可以帮我们 hold 住，然后也感谢就大宝老师就是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替我传达就是我想要呈现的东西之类的，因为大宝老师本身在音乐的领域就已经我不能说他忙成猪，因为只有我是猪，就已经忙到没有肝了。可是他还是就是很挺猪猪，不管是各式各样的企划，还是未来的一些规划跟排程。大贵人呢，大家都是我的大贵人。然后两贝老师也是，然后现在愿意聚集在这边的大家。然后很好笑，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这个走中奖真的是在报名期限的最后一天。我一定要讲几次都可以。报名期限最后一天，我那天洗完澡印象很深刻。那天时间是大概8点半，我洗完澡出来要吹头发以前，我看到大宝老师在 DC 丢个网址过来。猪猪这个报一下。我说这是什么？走中奖。我走中奖，我是 VTuber，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办法报。可以啦，可以报啦，咔嚓报一下。什么？咔嚓可以报？对啦，有在期限内发表了，可以报。真的要报吗？老师，我报了，还报啊，快报！报了报！好报了。报完之后超忙，你知道，报完之后马上把那个视窗关掉，然后可能去晾衣服啊，可能干嘛做家事啊，忙得要死，然后就完全忘记我自己有报走中奖，完全就忘记了，对，就忘记，对。然后直到前2天，我跟我姐妹这边提早烤肉，因为我姐妹也刚好就是在，反正就是上个礼拜，不知道礼拜六还是礼拜日吧，回高雄。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提早烤肉好了。然后烤到一半，然后大宝老师又传讯息来，猪猪入围了。我说什么入围了？什么金币奖入围？怎么这么快？怎么太快了？不是金币奖了，什么一般什么走中奖？走中奖入围了对，就这样，走中。然后就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突然，你知道对，所以谢谢啦，谢谢大家一直在照顾着这个猪猪。好啦，我在你们面前我就砰啦，很多东西都是你们替我 handle 住的，真的在你们面前我不敢讲我精明干练，真的，你们才是我的精明干练，真的。晨晨，谢谢猪猪入围嘛，丽萍精明走中。谢谢，我觉得这个要谢谢大宝老师提醒我，让我知道说原来生而为 VTuber 原来也可以报名走中奖，不然我完全不晓得原来还真的可以报，还真的有机会入围这样子。然后谢谢大宝老师，觉得那个和牛跟牛舌很好吃这个 Q 好，这个可能那个我们那个大宝老师应该是有看到但是可能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很奇怪的一些点子，或者是很奇怪的一些那个过场，就是让你伤脑筋一下这个和牛的代价这样。你最好是 I 人，我觉得 Q 你明明就是 E 人，我跟你聊下来，我觉得你超 E， 你是 E。然后大宝老师大宝老师其实应该比较偏向 I 人，对，其实大宝老师比较偏向 I 人，但是他其实在因为接洽的东西必须要 E 以下，但其实大宝老师比较像 I 人，没错。然后这位啪啪伊拉塞，谢谢大家。所以
那个大三枪、小三枪、迷你枪到底是谁？所以你的那个中三枪有没有出来一下？中三枪，只能说你的表情大部分都是这个过场没事，我只是把我可能想呈现的东西就是跟 Q 讲一下的哦这个至于可能就是那个实行的难度，这个完全概念是0哦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也没有关系咯，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呈现咯。刚刚中午跟 Q 讲了一个眉头更紧缩这样子吗？没事，我们只是在讲一个想法，但是就是至于有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要看我们那个3月专业的团队去执行了，是不是？大伯，我谢谢您。没关系啊，搞不好你执行出来，下次就有和牛了嘛，对不对 ？Q 哥是不是爆了？后续还要教他们正确的念法吗？你说卡甲是不是？没有关系。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有机会获奖的话啦，我们可能再去稍微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说它叫做卡奖，但是我觉得这次有机会入围就已经很开心，你知道吗？我现在居然可以跟你们在讨论说我们那个星光大道要怎么走，是怎样？我可以用一个非常庄严的我的照片，上面呈现黑白，然后再把那个很庄严的照片上面绑一个蝴蝶结，形成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进场模式。然后我可能委托谁，我们这么庄严的一个进场模式，我觉得可能就不要请那个大宝老师跟娘娘用这么庄严的模式了，毕竟他们2位就是非常一个大老板，一个老板夫人，实在是不太适合用这么庄严的入场形式。我可能委托那个我们的乌星，为什么都是乌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很适合用很庄严的形式替我进场，好不好？对，毕竟我们这次的什么主题是转身啊。我们就要转个让大家就印象非常深刻，对，转身，对，为什么这个手指虎？你不要问我，对，这个手指虎会出现在10月18号我们的演唱会，对，等一下是不是？我们这走中奖颁奖典礼主题是转身对于转身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我认为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璀璨的进化，那么在进化成璀璨散发光芒的花朵之前，我们势必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黑白的过场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庄严的进场然后至于有观众说就是要在旁边帮忙吹个什么唢呐什么之类的，对，我只能说这实在是太北蓝了，我自己可以接受，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白眼你说刚回去听他们念卡基没关系，因为就是台湾真字的部分就是多数的人不知道是正常的，对，其他大家穿西装，中间台上就是猪猪走红毯吗？社长是 I 人吗？社长是 I 人？你说的是库玛社长吗？确定吗？下周许愿游轮3天2夜这个游轮三天2夜，这个我到现在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目标可能我们可以放大一点，这个金曲奖有机会拿下，那搞不好可以考虑的。随便帮大炮老师决定这样子。什么上面写一个砰啦，精明概念，什么色那种转啦，什么色那种转，你在色，你全家都色。奇怪，彩彩，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时间可以来这边跟我讲干话？你不是很忙吗？而且彩彩，我问你，你们有没有去当铲子超人？最近的国军弟兄们，还是说你们铲子超人当完了，已经回来了吗？有人不贵是不是？小女子还没有做过呢，这个要问我们 double 板啊，对，那这个。对，这个真的是小女子不敢随便出主意啊。游轮旅游会有2天浪费在的确了，的确呢。所以说游轮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在船上面玩。可是说真的我这么会晕车的体质，可能在上面吐2天，就4天3夜有3天都在船上吐，好不划算那种东西可以照建模师有空做一下的小道具吗？什么小道具？我的知名概念啊，是有一个知名概念会飞来飞去吗？可以啦 ，Q 哥。关于我的知名概念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浑然天成的，随时随地在我身边也是没有问题的嘛，对不对？谢谢啦，我帮我考虑到这一点我真的说在3月的窗口，这个 Q 哥真的非常的贴心刚问刚下都啦，这绝对没有问题了，对不对？
有人看他去哪？像在游轮上面唱歌吗？我现在想到的都是我会不会吐出来这件事情哎、其实游轮上面唱歌不错啊，很好玩啊，我也可以听大家唱歌啊。所以我在想说，我被唱到一半吐出来，我想到的是这件事情。不然可以玩都可以去玩一下啊。老师要你的意思是说在上面办活动的意思吗？哦，你这个礼拜放假是不是？难怪你今天一直有时间来跟我讲干话啊、怎么荒废？不是，敬爱的伞月万事屋，我们敬爱的伞月万事屋先生，我们敬爱的 KYOQ 先生，我需要的是精明干练，精明干练不是 PON， 是精明干练，请证明政治精明干练，谢谢。然后说掐草，不需要，就是精明干练，知道吗？也不是故意没说，不能让你进来。哦，你嫌弃阿印师给你的回馈，阿印师他这个月不应该说上个月9月份都已经把我们的香菜皮蛋生乳卷转让给你了，你故意不跟我说，然后还不让那个阿印师的爱寄到你手上，我要跟阿印师讲，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会很脆心，你完蛋了你，阿印师的爱你不要了，完蛋了彩彩，你要被制裁了。可是说真的，这个烹吼，这个手字旁的烹，人家还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做出来的话，人家可能顶多觉得哦，撞声词嘛，对不对？哦，就撞声词而已，就这样子嘛，对不对？那没空出来。哦，对，阿印师这2天应该也在忙吼，超忙，只是要精明干练需要加强。不是，我就跟你们讲，我这辈子跟金钟无缘，因为我的精明干练就是浑然天成的，他演不出来。哦，我没有办法当一个真的是烹的好演员，因为精明干练就一直是。好不好？我的附加属性，他一直伴我左右，到底要怎么演出来？你换老公，你这个柴可夫斯基，那请问你现在老公是哪一位？可以介绍一下吗？好香哦，精明干练。但是不是，如果两边选一下，我还是选那个手字旁的烹，谢谢。因为人家可能顶多以为那个就是那个撞声词嘛，对不对？对，撞声词，谢谢我们 Q 哥，谢谢。好啦，反正就是不是精明干练，还有什么？就精明干练就精明干练呐，还有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为了要说服你们，我还说服到满身大汗，那是怎么回事啊？拍桌子的声音，对嘛？那个就是拍桌子的声音啊，大家最怀念的那个声音，不是吗？是不是？谢谢大家。我想怎么突然觉得好热？好啦，时间来到了2点32分。我们丢逼的这张专辑也是每个礼拜都在努力推进度啊，每个礼拜。然后。其实我们每次录音基本上就是并不会一次马上，可能这个录完我们马上就要让它上，其实不会，大概都要精雕细琢。像现在这个状况大概是，其实我们完成的歌就是卡甲跟祝生这2首，但其实祝生我反复听下来，我还是有一些音希望可以在出专辑之前把它再细修。我是希望有时间啦，反正就先求有再求好。有一些发音我听了现在还是有一些不舒服，对。然后我觉得之后我们把剩下的这9首9首这些单曲吧，这些原创曲把它做出来，先有了之后，我们再看说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再把祝声把一些发音再把它录过去。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稍微有顺过了，已经有稍微在比比 demo 还要再更精致的完整歌曲，大概是精明感连。好，但是精明干练为什么变精明感连，这个我之后会再跟你们分享。还有 75C 也顺过去了，他考我最近有顺过去了，但还有什么？嘟也顺过去了。这样听下来，其实顺过去的东西也都还蛮多的。
对，大概这几首都顺过去了，但是我们还会再细修，有一些音，有一些曲调，然后老师那边音乐性的东西会再更加的下趴，更加的完整化。然后我这边 handle 住的是发音，还有台语词句的正确性。对，所以我其实最近听驻声，我是觉得整首歌其实真的很柔，很好听，只是我会纠结有一些发音咬字，我自己听的还是不舒服。对，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要改之前，我还会再征求一下，可能吴昕老师或者是品川大总裁那边再问一下，是不是我听的东西跟他们听的东西是一样这样子。对啊，如果他们听真的觉得也没问题的话，你说算不改，因为毕竟改你还得要就是劳师动众。然后，但是其他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些顺过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还不错的版本，已经大宝老师有弄出来了，只是音乐性的东西大宝老师那边还要再更加的精进。而我这边现在每天每个礼拜能做就是在精进我的台语发音，然后还有语调，怎么把它唱成，就是说可能整首歌台语语调不要让它跑得太严重之外，又要是好听的音调啊，超级忙碌，超级请支援收银，还支援收，就是想要说潜水观察员的，但为啥会有烹的？为啥会有烹的出现吗？那是因为，对我也不知道啊。Q 为什么会有烹的出现？我明明这么的精明干练，为什么会有烹？这个你问我就找错人了，完完全全我就是一个受害者。你要问的应该是这群面线啊！天公伯啊，这不公平啊！我明明就是精明干练，现在会烹了。谢谢大家。总之这个问题呢，我实在是无法厘清了。明明是一个这么精明干练的人，怎么会抹黑成烹呢？对不对？好啦，砰，其实基本上是我之前的那个麦克风收我拍桌子的声音收的，就是把那个声音收的很砰，所以一定是因为这样子，只是因为我之前太爱拍桌子了。嘿，我之前很爱拍桌子，所以才会有那个砰出现，跟我的精明干练没有问题。对。感觉没追到烹的由来吗？那个就是因为就是我爱拍桌子，就这样而已。对，就这样子，只是一个撞声词，就这样。看精华，观看最高，可以不用引导这种东西，才不可以当成一种属性，然后算是那种歌词看错行。他哇，你不需要跟 Q 哥解释这些东西，那些是多余的，知道没有？那些是多余的。忘记。等一下，为什么是找对？那个是偶发事件，对不对？砰改成砰，可能是因为常态才摆脱不了砰吗？是怎么了？你们现在那么自成一言堂了，怎么回事？对，我是受害者，默默跟台。观看最高。你们可以不要引导人家去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精华吗？不需要，那么几百年前的事情啊，叫人家去看，多么没有意思，对不对？我们人要往前看。你看看我们现在那种努力制作专辑，精明干练。我们3D showcase 是不是努力筹备中，精明干练，什么都精明干练。我们人要往前看，知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东西不重要，对不对？我来给我卡价，你们就不要在后面搞他蹲，知不？是说你们还有谁在囤积的吗？应该没有啦，对不对？总觉得最近大家都很乖哦，收到之后就马上吃啊，对不对？没有人在囤积了，囤。我想起来了，有，我想起来谁在囤积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梅子囤积组还是继续在囤积，我想起来了啊。他前两天跟我讲说，猪这个那个香菜皮蛋生乳卷，真是太特别了，我囤了。对，他囤了，他又囤了。他说：“这个我囤了，我可能明年6月再打开。”像你们囤积都完全毫不客气，打开了没有？猪谢谢你，我囤了。我那个明年6月再打开。明年6月，我谢谢你们，明年6月，我谢谢你们，我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你看那阿吹也在囤。他们的手还带囤着连收都不收，你就囤我这，你就继续囤我这，我看你会延毕到什么时候哈？魔术大冰箱上这里不是，为什么连大姐你也在囤？大姐你应该是会乖乖吃掉的，你是我们厨男型的大佬，
你既然是纯爱型大佬，你应该知道食物的新鲜鲜美是很重要的。你为什么跟着囤？我们阿吹，没办法，阿吹是那个梅子囤积煮的，这我才是没办法。阿吹囤哦，就算了，搞不好那个有秋台嘛，我们为了因应秋台，这个囤积也是有必要的，对不对？搞不好不要乌鸦嘴，完蛋，不能乱讲话，因为一旦台风天出现，我的工作排程又要混乱了，对。对，讲着讲着好饿哦，很饿对吧 ，Q 哥？我跟你说，我刚刚也好饿哦，我刚刚一度跑去吃牛奶麦片才回来，我刚刚放生大家大概那种15到20分钟，期待每年囤积开箱啊，是囤积开箱，你们可以关注我那个最乖的猪儿子，但是可能交了坏朋友开始囤积了那位猪儿子啊，38度冰箱，38度冰箱有办法保鲜吗？拿出来变质，每年囤积开箱就是这个囤积。我们这次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囤积》，而且还是原住民风格的，我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好不好？太感谢了。问就是他也学坏，他明明很乖的，就像你们好好的一个3枪斗内，好好的把你们昵称打出来不好吗？什么小3枪老公、大3枪老公、迷你枪老公，就是那个什么中3枪老公不出来是怎么了？中3枪老公，你是还没转身吗？中3枪老公，你还在转身的路上吗？就差你一个了，中3枪老公，有听到吗？中3枪老公，每次吞完茶猫的，你们在萝卜蹲什么啦？哦，负38度哦，非常保鲜，非常保鲜。什么叫也烹啦？我就说你们不要盗我账号啊！小喵喵怎么了吗？小喵喵，你一定觉得这些哥哥都很坏，对不对？睡过站的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小喵喵他们真的很坏，每天都在欺负猪猪姐姐，对不对？这实在是太坏了，坏到一个无以复加，对不对？小喵喵，他们需要吃更多的芋头，你知道了，对不对？不是啊，为什么连小天也开始囤积？等一下他们在提示什么？这样才发现，对啊，就是这句话，你知道吗？我就说你囤什么？你又开始囤，就梅子囤积组，他们跟我讲什么？我今天我的推叫囤足鸡，我还不囤鸡吗？哦，花了发！做囤足鸡的粉丝还敢不囤鸡吗？哦，花了发！你们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没有叫你们囤积，你们是存心想让我崩溃。怎么说？哦，我是囤足鸡的面线，我要囤积。12月啊，小喵喵，等一下哦，有小喵喵在，刚好哎，小喵喵刚好2个月之后是12月的总裁耶，是12月当家总裁。我看一下，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小喵喵跟妮妮总裁都是4个月嘛。然后等我一下哦。啊！你们完蛋了！小喵喵12月要欺负你们了，小喵喵不要放过他们，他们真是实在是太坏了！快点跟你是总裁的姐姐一起欺负他们！我看一下哦，因为小喵喵跟小妮妮目前都4个月。哎，小喵喵，你刚好12月就是我们当家总裁，而且小喵喵哦，对，小喵喵目前刚好到12月是有当家总裁资格，然后。至于蛋糕，我觉得就看缘分啦，看说姐姐是不是要顺便就直接送你1颗蛋糕，就补个半年年资，这样小喵喵可以直接领蛋糕，然后跟大家庆生这样。但没关系，我觉得这一切就是非常的 free， 好，就是原则上好，就不要就赞助完睡公园就算了。但是我相信，那妮妮总裁赞助下去，哈，不管有没有赞助，反正都睡公园。为什么？因为他的什么穷到什么啊？等一下穷到睡哦，对对，穷到睡吗？他的国家公园名字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穷到睡公园，对，穷到睡公园，我们尼氏总裁国家级，国家公园，穷到睡公园，你们在 Google 找一下，穷到睡公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穷到睡公园里面有那种非常的鲜美的3产麝香猪，开始造谣。好，所以你们如果是穷到睡公园，请跟妮妮总裁预约，他们家公园是国家级警报公园，好不好？国家公园级的，好不好？什么太抛断了啦？哦 ，YT 在搞是不是？什么断线了吗？那
一定就是我的崩断线啦，对不对？崩溃到断，气到断线。好，你们回来了，我回来了。有看到我吗？我回来了。我在吗？我在吗？缘分就好吗？有当家比较重要。自备60万岁公园里面，哇靠！头期款还要自备60万岁公园，不愧是国家级公园，穷稻穗公园这样子，好羡慕一个前院就有国家公园的规模，我也很羡慕啊！我也很羡慕尼氏企业为什么有办法一下投个39万出来啊？实在是尼氏企业，我的天哪！有在吗？好，谢谢水莲宝贝。刚刚在你开台气的时候，等一下，我气号，等一下。YT 就不能让我好好生气一下？我就这怎么了？我就连气一下的人权都没有吗？只因为我是猪吗？就因为我是猪，我就没有人权，我就没有生气的资格吗？现在不止66万，120万这样子吧？涨价了，租金还请付66万这样子只能说这个穷稻穗公园不会是国家级公园，对不对？真是而且里面还有那种迷你猪、麝香猪3产，好想吃，我肚子好饿。有啊，我刚刚很气耶，我刚刚生气耶，气噗噗。就那段囤积，YT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很难得很生气好吗？我很难得这么气你们好吗？就最生气的时候这样给我断线，这样对吗？好久没被骂。彩，你要是真的回到你刚刚加入本频道 DC 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在生气，我是真的要把你淡掉的那种。你最好是不要怀念，我跟你讲。刚刚迪卡生气，对，而且你们看回放应该也没得看吧？这个东西如果回放应该也是断断续续的吧？我就说我就是人善被人欺，每次都被你们欺负。你们自己想看看，我从以前到现在开台次数，应该说生气的次数多少？大概5根手指头数出来，不是吗？气到被 YT 暂时请下来。你看，就是因为这种生气的东西不能常用，一旦用了就连 YT 都怕。你们看嘛，对不对？很有威严的。很抱歉，你好意思讲 Q， 你好意思讲啊？你可好意思讲哦？那牛肉吃的不够多了，好，下次多点2盘哈。我知道下次要怎么处罚 Q 了，因为上次在吃牛肉，我有观察大家喜欢的熟度，大概 Q 喜欢的熟度大概也是那种半生，很不熟。对，下次如果抓到把柄处罚 Q， 他说整盘牛肉丢下火锅煮个5分钟，然后捞起来，请你全部吃掉。最高级的惩戒，5分钟，请你全部吃掉。有没有很过分？YT 为了维护气质是，对，为了维护的门面，就说YT 为我想这么多不好意思，该培养小彩来讨福你了。等一下，不是彩，你娶妻生子要讲，就像我们 Saber 最近老婆的预产期，像就在10月，他应该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为他祈福，要集气一下。彩我就说嘛，你有需要就是暗扛吗？娶妻生子要讲。不小山枪老公，可惜我不是中山枪，但还是要恭喜猪猪入围走中奖。你要挑哪一个家呢？不是啊，各位敬爱的三枪们，与会的各位三枪们，我不是有跟你讲说这只猪要单身一辈子，不打算嫁了吗？你们可以嫁给你们自己啊！我就说这个迷你三枪不就已经说他已经要嫁给他自己了吗？是不是？如果这么爱自己的这个迷你三枪，大家可以跟进一下啦。这个什么嫁不嫁，这个你们可以嫁给你们的老公，但是这只猪就是终身不嫁啦，不需要嫁啦，是不是？最高级惩戒，煮个5分钟牛肉锅全部吃完，全手给他吃，没有错。对，而且那个肉还要很鲜美，还是那个温体牛现宰。那个最高级的惩戒就在他面前绑住他，然后把那个温体牛直接下进火锅。不是5秒捞起，5秒捞起才是太福利了。我们要在那滚个5分钟，在他面前滚个5分钟，捞起来，然后全部吃掉。下次你忘给他祝生这样。又来一个中山枪，等一下，他说他是不大不小三枪老公，可是不是中山枪。对，恭喜猪谢谢，感谢。你们到底要我切换几个人格？我一下生气，你们一下又要感谢你们，你不知道这个人格很累吗？人格切换，挑选哪一个家？这才是太困难了请容许我喝一口水，我再思考一下。对。
所以我说那个中山枪老公到底去哪里了？都有这么多什么三枪老公的什么的，就差一个中山枪老公了。是怎么转身路途中有这么遥远吗？是怎么了？是南极到北极这么远吗？今天的杂谈怎么这么热啊？不对，我今天标题是说歌杂还是杂谈啊？我应该没有标题诈欺吧？我今天应该没有说是歌杂吧？我有说歌杂吗？大山枪老公，你可以娶我阿 Q 的，这样就不用嫁了。我就说文字游戏，我实在是玩不过你们与会的各位熟男们。我们熟男们都是经过非常非常多年的社会经历跟社会鞭打，这些非常非常有技巧面的这些文字游戏，我实在玩不过你们各位非常非常熟练的、非常非常思绪活络的熟男们。这个朱迪卡跟不上啊，朱迪卡跟不上你各位大老板、各位主管们了，好不好？老师，我教你，不小心把芋头淡掉，你就什么？为什么要把芋头淡掉？左宗讲啊，我有写歌杂，我有标题诈欺了吗？哦，中山枪还没出来，因为刚在医院吗？为什么？等一下，也就是说我今天又标题诈欺了吗？啊，我怎么会没有把这个歌拿掉呢？我今天应该就杂而已啊！啊，没大没小山枪老公女人，恭喜入围走中奖，你引起我的兴趣了，嫁给我。不是，你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标题。今天不是土味情话大赛，我们的土味情话大赛，我们的株式会社杯土味情话大赛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你们今天在搞什么三枪土味情话？你们到底是谁开始的？你们这个三枪土味情话一发不可收拾美大，等一下，为什么又是美大？是到底是多没大没小？哦，对，女人，恭喜入围走中奖，你引起我的兴趣了，嫁给我哦，霸总，我说没大没小，好，霸总系三枪，还有什么系三枪都出来，都给我出来，全部给我出来。我们像中山枪老公，他像不屑出来了，对他不屑出来，对他忙着革命11次还没革命完，哦，所以你们至少可能要抖个11次，这个中山枪老公才会出来，是不是？是这样子吗？是这样一个频率吗？好，对不起，我今天用标题诈欺，我那个歌应该不应该出来的，但不晓得为什么它出来了，就这样，要中的三枪。好，他中了3枪。谢谢大家，我现在为各位献唱一首《人质》，谢谢大家，我们怀念他，我们为他献唱一首张惠妹的《人质》，这样子。霸道总裁3枪。是啊，今天是3枪是以土味情话继走中奖入围杂谈，这样是这样吗？没有，我今天既然都已经写歌跟写杂了，我不能标题诈欺，我大家至少唱个1首歌，好，我们就圆满这一次我们的歌跟杂，对不对？中枪，但是音乐是因为他膝盖中了1枪，朱农先生。是不是可以听助声？有啊，我跟 Saber 爸爸讲说，可以给老婆听一下，或者这首歌可以在产房稍微流动一下，可以帮助产妇好配合吸吸呼，好顺产，好不好？我们那个宝宝听到这首歌哦，很安详，马上呱呱坠地，对不对？很安详，很安心，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会不会出？我哪知道中山枪会不会出来啊？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我是有在怀疑刘吗？因为迷你枪入围，我看是得奖了吧？女人恭喜！你们今天是在霸道总裁什么啦？你们是怎样啦？土味情话不够玩，你们今天整个霸道总裁起来是不是？怎么了？你们最近是看了什么霸总的小说吗？怎么了？最近你们遇到什么霸道总裁逼我嫁的这个情节吗？分享一下啦，难上加难的东西怎么可以不跟我知道？是怎么了？最近你们还是说我们这个3枪，我们是3枪附加我们霸道总裁属性是这样子吗？曲终人散的寂寞，不是啊，为什么要唱曲终人散的寂寞？还是说最近你们你们的前任要结婚了是这样吗？妈妈很忙的，我知道妈妈很忙啊，我知道牛妈很忙，但怎么
总觉得这些三枪里面有掺杂着妈妈的气息？牛妈是不是你？到底是谁啦？你们今天这个三枪，各式各样的总裁、霸道总裁附身三枪是这样子的吗？原来你们理想中的三枪应该就是要霸道总裁式的个性是这样子吗？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想说三枪应该是那种好可爱哦，来抱抱。怎么这个人设跟我想象中不一样？你们对于三枪人设可能像对跟我想象中的人设不太一样。对，女人我娶女，女人我嫁女。其实我觉得大姐嫌疑，也蛮重的，因为大姐也是疯疯的。大姐也是那种开关按下去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大姐什么线上看，你们都线下霸道，不愧是柴可夫斯基。那请问你今天晚上预约的那个总裁哥哥是哪几位？在彩彩面前不能说一位，至少要2位起跳，对不对？我们柴可夫斯基不是作假的。上毕竟也是一种那种金流平台对，有扯到金流的就应该霸总一下，没有错对耶。结果三枪爆起来，变成什么爆炎三枪？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那么可爱的三枪，然后走到你面前，突然跟你讲说：“女人，你引起我的兴趣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设？这是什么鬼？这不会说觉得我在里面玩？他哇，果然有你！不是他哇，你的霸道人格是怎样？是借由三枪去宣泄出来吗？我其实猜不出来他哇。他哇，我可以猜你是迷你枪吗？我可以猜你是75迷你枪吗？我觉得很像是这个气息，他哇的气息。娱乐蛋还没给你时间，什么？约了好啊，反正你就是不是常常被放鸽子吗？很过分没关系，反正才常被放鸽子不是吗？超过分那个彩没关系那常被放鸽子啊。好了，我喝口水，一直在讲干话，我的天哪！我觉得筹备专辑这些时间算说，基本上是完全是我自己啦，就是没有时间开台的状况，所以，其实我常常不开台的时候是很焦虑的，非常非常之焦虑，对，因为就主播嘛，一旦不开台。虽然说我看不懂数据，但是大概也了解那个所谓的演算法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过现在都告诉自己说急不来，因为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快点把这个专辑完整化，对。所以其实与其在那边焦虑说大家会不会等我等到不想等或之类的，会焦虑，一定会焦虑。可是我觉得与其焦虑这些，把时间把握住，把这个专辑更加的完整化、精确化，然后把这次的3D showcase 更加的把它，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惊喜。我觉得我们这次的3D 已经有很多惊喜在里面了，是吧 Q 哥？我们这次的音乐也是，对，所以很焦虑啊，其实是很焦虑的。从9月开始开台的时数是非常非常少，只是我现在把这个焦虑幻化成它必须要成为我前进的能量。对，反正至少我现在每天都可以在 DC 看你们在凑我，有事没事就是去 DC 看一下啊，又在凑我，好正常发挥，好继续工作之类的。但是你给我转身，我就知道大姐有混在里面。大姐，你是那个大三枪老公52块那个，我猜，我觉得这个是你的语气，我觉得啦，女人不要轻易挑战我的底线，女人你是第一个敢对我这么说话的，我靠，不是，为什么就连 Q 也对于这种霸道总裁的这种人设这么有兴趣？是怎么了？你们是本身对于霸道总裁是有一个渴望吗？怎么了？老孙猴子以拉塞，
再不开台，我们都已经疯了吗？你不是已经早就疯了吗？你已经疯到柴可夫斯基了，你疯了，疯很久了，才没有关系，我们会幻化成我们的能量，我们彼此的渴望幻化成一拳特点。10月18号见真章，好吗？是你逼疯了所有工作人员，为了这个，我没有逼疯啦，我只是觉得说啊，他这样子呈现应该是很有台湾味吧？哦，他这样子呈现应该是可以非常非常符合我们这次的3D showcase嘛。我只是把这个可能可以很下趴的呈现后，把它完整的文字化之后，我只知道可能当时 Q 看到的时候一直在皱眉头，对啊，皱眉头的状况下，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去实行，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呈现，是不是？对，我只能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沈月万事屋的各位，请不要嫌弃我，谢谢大家。女人，你这是在玩火，喷灭火器。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像是那个三哥爸爸对自己的女儿，就是女儿可能真的在玩打火机，然后就不小心把那个卫生纸点燃了，然后爸爸为了要制止她，女人，你这是在玩火，然后快点把她喷灭火器，好可爱哦。女人你好懂事，我跟你讲，我就知道那个是大姐，我就觉得奇怪，莫名其妙。你看你们的赞助，我都闻得出是你们的气息，你们知道吗？没办法，总裁只好霸道了吗？我懂，大概是那种就是可能金流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太总裁，但至少霸道的台词是说得出来的。毕竟忙的东西很多，如果还要强求开台的话，真的是离爆炸不远了。对，我现在要马上自爆，来到 Just Communication， 来下一首歌 Just YB 的哦。对，真的要临界点了，真的是再开台真的就是爆炸。再开台我就那个自爆队，你知道吗？我就化身成希洛猪，我跟你说，就连希洛维都比我还危险，都比我像恐怖情人。你觉得然后他们就需要加班了吗？什么？吴倩老师，你说他们就需要加班了啊？你说 Q 哥他们吗？尽量不要让他们加班啊，尽量就是把我的那个想要呈现的东西写出来啊。然后但是就是那个因为我对3D 真的没概念，我只想说我可能想这样子呈现，想这样转场啊，然后知道他们一直皱眉头啊，对啊，但是我就不敢讲，然后就大宝老师帮我讲，换个人转达，然后他们继续依旧皱眉头，就不管谁去讲，反正都会皱眉头，就大宝老师这个应该是这样，然后好，大宝老师去传达哈，继续皱眉头这样，物理玩火这样。认真跟大家说，好，请说，爆破所有人的肝吧，不只是大家的肝，我现在的肝也不晓得我是不是我的肝了，我的肝也现在完全不晓得什么硬化状态，你知道吗？我的肝也在转身途中，你知道吗？来，等一下哦，一张图来，对，怎么又不见了？等一下，我们这一次那个，来，我们走中奖这次颁奖典礼主题不就是转身吗？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在转身的路上了。我觉得这次这个典礼，这个星光大道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团队去走，因为每个人都在转身路上，这生命快没了，这整个生命要豁出去了，你知道吗？好 Q，OK， 这个舞台很酷。大家看到请给我们一点掌声，还有给迪卡掌声，请大家好。干好想哭哦。Q 不是在讲干话不是 Q， 你不要让我感动完，然后下一句就接干话可以吗？你们可以不要这样让我心情散紊乱吗？谢谢啦，这个舞台真的是梦想中的舞台，台派到不行的舞台，谢谢，真的。谢谢3月万事屋帮我们完成了这个很酷炫的舞台，然后也谢谢 Double 老师，就是前后在中间当我们的传话人，当我们的润滑剂，就是都是 Double 老师过去让 Q 皱眉头，超好笑大家的肝真的都很辛苦，顺便跟迪卡说一句，我高血压。没关系啊，这个高血压，这个我自己目前在录制专辑也是，对，每个星期都要升高一下，可血压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这边有高血压的药，你需不需要就 send 过去给你，好不好？直接寄过去给你啊！
人家是非裔林世颖，这台是什么非裔包？我鸡皮疙瘩。哦，好，彩彩要问什么问题？这种方式，甲方跟乙方永远不会和平共处的原因吗？啊，不会的。我觉得我们这次甲方跟乙方都还蛮和平的啊，你说是吧？你说是吧 ？Q， 你说是吧？是吧？牛肉好吃对吧？牛肉很好吃哦。先出门送货吗？啊，好，谢谢三哥。你出门之前要不要被打断腿一下？还是你10月18号再被我踹断腿？都可以。猪猪会去吗？你说走中奖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应该是会用很闹的形式出现吧。例如刚刚就在想说，是不是委托无形帮我拿一个很庄严的那个我的相片，然后还黑白这样子。我们在转身的路上，我们要开成璀璨的花朵的前身，必须可能要有一段很黑白的时间。我们把这段很庄严的东西遗留在星光大道上面。被医生警告肝指数有点高，是不是？天哪，保重，大家都保重好不好？我现在依旧是这3年每天坚持，也是早睡早起，然后每个礼拜坚持一定得要运动1次，也是为了我自己的身体，还有各式各样的体态，所以不管是 Q 还是大家都照顾好自己身体，好不好？然后难得可以开台，爱梦你来了，啊，我的姊妹啊，来整一个，你们好迪卡整一个无？爱梦。哎呀，是我们的烧血啦！伊拉夏，感谢我们这次非常烧的烧血，这次把我们提前先把我们高雄的饭店定下来了。OK， 我们10月18号那天高雄的饭店的那个价钱，你知道多夸张吗？因为刚好有韩团要来高雄开唱，所以好险你们早在半年以前，甚至1年以前就已经先把饭店订好，真是 GJ 啊 ，GJ 啊，太赞了，好不好 ？GJ。哦，薪水好像不够买，那天好像不够了，是不是？好啦，少抽一点呐，对不对？然后对身体也好啊。感谢爱梦的降落到猪猪的频道，我是难得可以开台的朱蒂卡，我难得出现在这边，我都觉得我是谁，我在哪，好不好？谢谢爱梦的伙伴们的降落，我是迪卡屯足迹，目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还活着，谢谢大家啊，我还活着。牛妈，你就说牛妈，请问一下，左边的那个3枪，总觉得有嗅到您的气息，虽然说我觉得你应该没空参与，但总觉得大家吃到你的口水了。牛妈，感谢加入38个月，一口气念完，谢谢大家。牛妈，肝什么？牛妈，我也想知道肝是什么。牛妈，你又回来了，お疲れ様，お帰りなさいませ，柚子，好抱抱。谢谢爱梦，连续2个礼拜以上，每天只睡2小时吗 ？Oh my god， 这位熊先生叫做熊的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干，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欢迎降落，今天上100%。不是的，水灵宝贝，我还只剩下，很棒，我只剩下23分钟的时间，请问这只猪是否今天有可能割一下呢？谁烧好好说话？好，专业烧好不好？专业保姆吗？好，我们专业保姆飞雪哥好不好？虽然说我们这飞雪哥很会惹我生气，最会惹我生气，但是感谢他，好，就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在半年以前甚至1年以前已经把我们高雄饭店准备好了，往下催泪，感谢大家。10月18号，很期待揍到大家哦。还有排队的队伍，请问是从这里开始吗？可以的话，一人一句帮我录起来，我下次的配信，我希望我可以猜出这句话是谁讲的。你们想要变声，想要捏鼻子也没关系，希望有机会听到你们就是一整排人。请问排队队伍从这边开始吗？就是全部都录一段，然后我再来演唱会结束之后，我会开一天，我会找一天来开，然后来猜这是谁的声音。然后重点是你们不要自己录，自己忘记那是你们的声音哦，你知道没有？欢迎降落，谢谢你们的降落。伊拉塞18确定不能去，岳父要上台北吗？没关系没关系，好，毕竟还要南下，非常非常辛苦。然后我看一下，我哪公个吹过转播上气不接下气，一定是长腿叔叔。好牛妈就当初是长腿叔叔了。割是不可，有可以，我还是可以割一下。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心酸吗？好辛苦了，辛苦大家都辛苦了。大家都辛苦，大家都很辛苦，好不好？对，不止你们辛苦啦，我自己也录音录到快，对，整个人都快没了，知道吗 ？OK， 专辑制作交给 W 老师绝对没问题。3D showcase 制作，我们交给3月 Q 哥绝对没问题，好不好？两边都是非常1等1天花板的等级。希望接下来
大家会喜欢之外，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台湾文化推广上面留下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因为其实这个频道一直以来，因为大家都愿意跟我一起疯疯癫癫的吼，所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文化推广已经变成说，本频道很像是真的在走这一条路。一开始其实也没想到说要走这一条路的这个状况下，我只是在尝试。对我而言，我的儿时记忆，还有就是我身边想要去，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的这些台湾式的东西，只是一一把它抓上来我的配信上面做一个互动，还有故意把这些台语歌跟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文歌曲啪嚓啪嚓的混在一起，就想要给大家跳痛一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很庆幸我们家面线都愿意跟我一起玩。虽然说很爱欺负我，但是他妈超挺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玩出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高度，就连我们的料理也不放过大家，然后也变成说我们的料理也变成了另外一种台湾文化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推广，这样对，所以然后紧接着又遇到了很多的贵人，然后在奖项上面有拿到一些成绩，然后辗转可以让 Q 来制作我们这一次的 3D showcase。 我觉得一切都是很棒的缘分牵在一起。所以说你们爱说我烹，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只是对为了找话题，你们都知道我精明干练，绝对精明干练童叟无欺的，对不对？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对，那烹什么的不是，你们都知道我就是精明干练。谢谢大家。对，我讲到哪里了？总之接下来的专辑还有 3D showcase， 我们其实现在都，我觉得至少都在很顺利的一个排程上面啦，除非真的有什么突发，那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都会很顺利的，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肝都 hold 住的话，对。每个人都可以录吗？我觉得可以，即使可能我们是初见，但是你可以录看看。即使就是我们可能当下我们没有见过面，或者是线下连线活动我也没有听过你的声音，但是你也可以录看看。对，反正到时候会开一个配信这样子。谢谢爱梦，绝对没有问题吗？我也希望，只要听到大佬们唱歌吗？也可以啊，你们想唱歌给我听也可以啊。在努力前进，比我们厉害人很多。我猪脚好吃吗？看起来很好吃吗？可以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猪脚都已经玩到一个，我是觉得单卤猪脚是绝对好吃，因为爸爸传承的味道是可以挂保证。可是我们已经玩出了另外一个奇怪的高度了。什么觉得我胖？吴谦老师，你跟我好好说话。历史、生活、文化可以用大声喊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骄傲，就是在我生活周遭最贴近我们的东西，我只是把它抓上来我们的频道配信，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很简单的这些台湾的一些梗这样子。兄弟刷起来，没错，涮牛肉好吃。什么吹牛？巧克力猪脚吗？其实我有故意放那个苦甜巧克力，所以其实是好吃的。我觉得啦，每次把这些料理寄出去以前，都一定我自己会试吃。录歌吗？发生什么事情吗？没事，我只是说，就是想要听到你们当天，请问那个被揍队伍从那边排队吗的这句话。好，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用唱歌的，请问被揍的队伍从这边排队吗？也是可以的，好吗？就没吃猪脚，想到就想吃了吗？猪脚好吃啊！本频道的猪脚是1等1的赞哦。那我们可以录歌哦，猪猪的计划。啊，对，那讲到录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啦。我们这次非常非常很挺的赞助者，以及一直以来都很挺本频道的高阶会员们，有几个会被抓进去我们的金曲录音室录音哒啦。我要请我们的美男录音师替我开我们的连线画面，我要开配信，看你们在里面痛苦，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录音痛苦。你们也给我一袋米要扛几楼啊！一袋米要扛几楼？你们这些大佬们，谢谢你们赞助本频道第2笔专案，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本频道的高阶会员。一袋米要扛几楼？我嘎的，这花生猪脚好吃啊！所以我们大佬会有他们的声音现身，只是老师要安排在哪个桥段，我们现在还在安排，我们现在还在瞧的。
有钱砸得到我们，可以参与迪卡专辑，是和声之类，想要那种录大家那种哀嚎的声音做合集吗？我觉得，请问排队的队伍从这边开始吗？那时候应该是还没开始被揍，那时候就哀嚎的话，也好像也不是不行，要被揍了也是可以，对，所以到时候就让我猜一下，看你们想录什么都没关系。想吃猪脚都是奢侈，好不好？哦，我们距离发薪日，有些人是5号发，有些人7号发，有些人15号发，快发薪了，没事，好不好？哈，要帮也去录歌。目前的话，金曲录音室的部分，可能也不算是全部大佬都有机会进去，但是我们在安排人数中，对啊，但是呢。排队的队伍的那一段录音，你们真的可以随便录，没有关系。还有这种好事没有错，一旦没有抗击了，他哇，你是绝对要进去的，年资第1名呢。目前有确定的一定是他哇，还有小妮妮，然后阿吹跟那个内部上，然后其他的名额我再看要怎么增加，要怎么玩你们呢？啊，世上老师说，出现看到回顾，这个人会红吗？哦，你是说哪一位 V 吗？有推荐的吗？有推荐最近有出配信的吗？哀好吗？小妮妮要进去帮猪猪录我们的合音哦，要麻烦你哦，好不好？所以这种猪猪会哀好吗？你明明也会哀好，你明明就是不是每天晚上，这个不司机气死我！进录音室是万中选一，是不是？广老没有吗？因为我当初有那个发那个那个是什么表单，广老他真的是不好意思，所以他有填说他可能就不进去。我记得当时说不进去的是玲玲学长还有阿印师，所以我觉得这2个可能就真的不勉强，因为进录音室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位大佬真的都愿意进去，因为真的会害羞。让大家听到自己声音，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还有开表单，开尊爵不凡的表单，询问大家要进去的不进去的。然后蕾玲学长跟阿印师他们真的应该是会害羞，所以就填说暂时不进去这样。对，我是对不起，我没有 Q 到我的知名概念。谢谢。出配信就知道猪猪知名概念。天，聪聪，你真是超前部署的眼力这个绝对是知名概念，对不对？谢谢你，你在3年之前就知道我知名概念，对不对？才人尽可夫，猪猪出现的时候，应该那场直播你在回顾自己的出配信，是不是？可是我说真的啦，你们觉得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红？你们觉得呢？所谓的成功跟红是什么意思？好，我现在红掉，我现在揍自己一拳，我流血了，我红了。其实我觉得红跟成功这个要去探讨，其实还蛮深层的。这个人会红，这个人会成功。好啦，如果我变成红烧猪脚，我也红啦，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话题。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做红？只是想说。他哇，那个时候初见的时候就撒彩虹，你知道吗？初见的时候，我跟他哇初见是在张惠妹歌会，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就来都来了，就撒彩虹的。什么那么蓬的猪，怎么突然让人感到恐怖？什么啦？什么哪里恐怖啦？我明明就我不是很精明干练吗？哎呀，精明干练，对，精明干练，没错，对，就精明干练。什么这来就碰到很红啦！气死我了！是这个意思。我的机敏概念，你们可是不能正视一下我的机敏概念吗？只是路过就摔下来啊！小妮妮的话，我记得很像是猪儿子推广过来哦。我家儿子就是孝顺，我家猪儿子真的是我骄傲，你知道吗？你觉得成功就是成功？觉得现在就很成功吗？确实，毕竟黑红也是红嘛。哲学的猪猪，看台第一天就砸彩虹。对，我觉得其实之前我记得公视的文文啊，我的绿茶好姐妹文文，她有跟我在她的节目上，也就是那时候志在日常有聊到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所谓的成功，所谓的红啊？因为一
直以来一直以来说真的，我从小到大都活得很乖，就是太乖了，就是人生被人欺的那一种，就是现在这样子，就是太乖了，所以我一直以来对我而言，我的道德线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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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实的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有时候我会蛮羡慕，就是敢去用一些比较话题性的东西去开直播，或者是开启话题的主播嘛，我觉得那没有不好，就是说他们想去try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只是一直以来我就是活在一个很乖的领域，所以我就只是刚好用我自己想推广的方式，我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在这个 B 圈试了很多次水温，所以我才说我一开始很幸运的可以遇到你们。我很幸运的可以遇到让希伶带我进来，然后希伶观众那时候也很照顾猪猪，那时候才有办法存活，然后辗转有了一批很死忠的面线们。虽然说不晓得为什么开始欺负我，奇怪，对，奇怪为什么？为什么？好，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不会去思考说我一定这个要成功，还是说我一定要红怎样，我是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我只是觉得我每天时间不够用了，我只要做好今天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思考未来会不会成功。不要也好，争议性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不是敢玩火的人，所以你们可以不用在我面前撒那个灭火器我根本就不会玩火，而且我也玩的不精彩。有些主播很厉害，他们是玩火可以玩的很精彩，就连我自己都这个好精彩我要看到血流成河这个就我们家面线就已经很会玩了，对，所以交给我们家面线玩就好了。对，所以我一直就是守着我想推广的东西，然后就这么刚好你们也愿意支持，然后就这么刚好在想推广台语原创曲的路上又遇到了 Double 老师，对，然后就这样一个牵一个，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跟我讲说，猪猪你走了一个很特别的路，但是又是没想到会走的这么成功的路吗？但是可是每次我听到成功两个字或看到成功两个字，我都觉得其实根本还没有，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我很少会去思考说我做这件事情是成功了，没有我只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个成功我会失去更多的话，我觉得这个成功不值得。对，所以我其实现在看的是说，今天我如果要做这个计划，我会不会失去你们，我会不会失去我的生活，我现在看的是这些东西。对当然现在很少有时间开台，很怕失去你们，超级怕，但是我觉得不能害怕，因为我必须要有更多的精神力把我的专辑做好，才不会辜负你们。这一次我们真的是急了，真的是把大家掏空的集资把大家掏空的这个专案对，所以红成功这些东西，如果你们认为说我在推广这条路上是有一些成绩的，算是很成功的话，我很谢谢你们。但是我觉得到头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时的，这个圈子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时的，那这个一时的东西不要促成未来失去了些什么，这样子很可惜。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可能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未来我一定会后悔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可能我假日跟晚上不开台，因为我知道我会后悔，我不能失去那些东西，有些东西回不去。对，就跟我的烹一样，不需要回去，因为我只有精明干练。谢谢。没错，路还很长，因为这条路我们可以走得很长，也可以走得很短，但不管走得长或短，我都不希望未来我在回顾这条路的时候我是后悔的，我是失去任何东西的。因为我如果在这条路上失去了任何东西，我的成功不是成功，那个就是一个皮毛而已。对，我想的是这些东西，我希望我可以维持一个平衡，不想失去你们，不想失去我家人，很难。对，所以
现在也很庆幸说，我现在想走的这些企划跟计划，可以遇到很专业的 Q 或者是很专业的 Double 老师，但是我现在能做就是把这张嘴出好，把这张嘴练好，把我的身体顾好，不能生病，这就是我能做的，因为我的时间就是这么少，在这么少的时间，像能够上来跟你们讲干话，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谢谢你们觉得如果我在这条路上是有一些成绩的，我很感谢。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想的东西其实是更加害怕失去的。对，我不要这个成功未来如果换成说我如果失去了你们，或者是我失去了陪伴家人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回不去，我会觉得很遗憾。对，为什么讲到这个话了发？碰的部分大家有意见，反正一堆很励志，怎么样？明明就很励志。现在你就是超棒的猪嘛，谢谢谢谢，我觉得我可以媲美松板猪一样厉害了吧，超好吃。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要吃松板猪。我今天会跟家人提前去烤肉。上次跟姐妹一起的烤肉现在是我们第一团，然后第二团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待会会快点先去烤一烤，因为明后天假日应该会很多人，所以稍微再跟家人聊聊天，聚一聚这样子。你超棒的吧？谢谢，我真的超棒的吗？我真的超棒的吗？我想说的是，我的棒棒来自于你们，也很棒棒啊！我觉得所谓的棒啊跟成功，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我自己很棒的话，那根本就不是棒。但是如果你们大家都觉得我很棒的话，那就是我们大家所促成的，你们知道吗？我的棒来自于你们的棒棒，我的精明概念也来自于你们的精明概念，我们都精明概念，哦耶！失去的成功不是成功，但可以来到台湾赶走。好哦，牛吗？我知道春丽姐姐很喜欢，就该爱丽之笔耶，我拢知呀。好，这个春丽姐姐就该爱丽之笔耶。现在感性吗？你能迫害一下吗？你不需要你来破坏，我自己来破坏我自己，不需要彩彩，你给我好好的休假，你是不需要来破坏，你这个气氛破坏者。是在日常番外篇，都是感性，怎么不是那感性啊？不是啦，太感性都是要抽回来啊，是不是？松满猪想吃，荷包干了，没关系，我们快要发薪水了，或者是你去跟那个大波老师拉一下，搞不好下次我们那个收工之后就松板猪烧烤啊！大波老师我在我不知道哦，大波老师听到了，1:0。黑标猪，哇天哪！1:1黑标猪这么厉害，我不知道这么贵。老饕指定猪肉的老鼠肉呢？要切嘛？我比较喜欢吃松板猪后颈肉。马克先生，男生是不断的选择，这次错过了啊！我最不希望这是错过你们，对。然后，可是我现在又有很多的东西不能错过，所以我觉得。有太多事情不能错过了，身体健康更是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因为我不想错过大家，不想错过跟大宝老师一起闯我们的金曲奖，我不想错过这次3D Showcase 这么棒的这个舞台，我不想错过。接下来我要吃肉肉，我在讲什么？我要是生病拉肚子，我就不能吃肉肉。所以总结，我们大家要把身体养好，一起走得更长更久。我们偷渡的奇怪概念不是奇怪，哪里有奇怪？没有奇怪，绝对就是感性、公平、公正、公开。粉随推，但是碰的部分，你们可以不要这么在意的部分吗？梦里有迪卡满满的精明感，谢谢大姐。大姐这时候怎么还没睡呢？真是的。发薪号原来 Q 并不是在月初发薪，是不是？辛苦你们了。我知道有些人像是月底或月中。松板猪配上麻油很赞，超赞。松板猪是百搭。甚至有时候就是你穿烫它，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你把它切片之后，我就会沾一点盐巴，这样子也很好吃。3点半了，我今天这条标题炸鸡了，救命！不做过每次的烹，没有肉吃，健康就是本钱太重要了。好了，对不起啊，今天让我标题炸鸡一下，我以为我今天没有把歌放进去，我想说这就有杂而已。某种方面来说。
也是因为猪猪太贪心了，才会更加的没有时间吗？不会啊，我觉得啊，这些贪心是必须要贪心的，哦耶！也是啦，或许也太贪心了，但是我觉得不行，这些东西再放掉任何一个，我都会后悔，所以不能放掉，任何一边都不能放掉。那我会好好的把我自己身体顾好，然后把各方面都把它完善处理好的。相信猪猪，相信我们团队，然后我也相信大家。可是每次结束都是你给我下去，气死我了！不行，不能让你只有被 ban， 这样子你太福利了。不行，我想要无视你这句话就好了。哦，我们下一位哦，公孙乖乖哦，在转圈圈哦，哦好，还有7天吗？哦好，加油！10月10号才发薪哦，再撑一下，再撑一下，要不然去跟 Double 老师塞那一下，叫他带你去吃饭了。一直 Q Double 老师，因为为了这个贪心，买单很支持，因为也很贪心，一个都不能放。对，一个都不能放，真的。我的贪心来自于各方面的健全跟周全。如果这样是贪心的话，对，我就会继续贪心下去，而且会很健全的贪心。我要成为一个健全贪心的猪猪啊！谢谢马克先生，谢谢啊！所以马克先生，那请问一下，你那个左边的那个赞助有一个是你的吗？有一个是你很闹的吗？大宝是原来你在是吗？一直 Q 大宝老师，多带几位陪你一起打牌，不要不要，我全都要，没有错。对，大宝老师那个 Q 说他想要吃那个松板猪烧烤，那个 Q 对，一直 Q 大宝老师。好啦，3点半了，对，我今天真的跟大家，我今天跟大家聊了4小时吗？我们聊了4小时是吗？哦，老衲很飘是吗？不是，大老师喜欢叫自己老衲，真的是很有趣。老衲，好武侠。对，我们大宝师真的是武侠风格。嗯，对。等一下，塔瓦的我没有抓到吗？塔瓦的我没有抓到吗？我没有抓到塔瓦吗？所以我今天聊了4小时。对不起，我太多话要跟你们聊，我一首歌都没有。等一下啊，我一首歌都没有，没有啦。我今天那个标题真的只是要砸啦，那个歌不晓得为什么就跑进去，硬要塞进去，然后塞得满满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事，我们现在来找一下我们降落的地点。我们方才感谢我们非常可爱的爱梦的降落，真是我的好姐妹，我爱死她了。对，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哦。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现在的降落的地点有谁呢？哦，现在在开台的新鲜老婆们，对，就是新鲜的老婆们这么多，我们要降落到哪里去呢？哦，我们这个新鲜的老婆啊，我们新鲜的老婆啊，哦。这才是太香太新鲜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降落到……对不起，我真的是太多话想跟你们讲了，我就不知不觉讲了4小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发，就说歌是不可能让你歌，不是啦，我下次真的会唱歌啦，下次好不好？下次一定，好，下次一定，下次一定，聊了4小时，真的就。给我1首歌的时间，给我1首歌的时间杂谈，给我1首歌的时间杂谈，对不对？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诺诺现在在干嘛啦？又在加班，这孩子要吃我们大佬的回馈品，吃到那个吃到明年4月啊！这孩子啊，哇，哎，这真是啊，来呀！好，我们设定完了，我们要。降落到我们可爱的诺诺那边，看他要不要继续皮哦。好啦，我们去转机去加班一下，加班。肖哥伊拉塞，我们刚好要下班了。我今天居然就这样跟你们聊了4小时，老海，天哪，欲罢不能，太多话了。好啦，下次一定啦，好不好？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2。好，来，我们切片完喽，我们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中秋节，所以礼拜一又是没办法开台的状况下喽。刚下列机器，刚下列机器，感谢走中长评审听到猪猪这首歌想传达的东西。好了，或许没听到也没关系啦，但是入围即是肯定，入围即是肯定哦。啊，这不是我乌鸦姐夫吗？以那下，谢谢你们。哇，今天大家来的时间很像是因为刚好是比较闲暇的这个3点快4点的时间吗？但是我今天也跟大家聊了4小时，花了饭，太会聊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了啊。接下来可能还是没有时间开台，但是呢，我会至少1个礼拜一定会有1次啦，然后2次的话尽量然后我们会努力持续录音，然后也期待一下我们年底发行的专辑，然后我们会把身体顾好，然后还有1月7号4周年由3月工作室所负责的3D showcase真的很下趴，谢谢一切的缘分，谢谢你们。中秋节快乐，中秋月圆人更圆，大家拜拜，拜拜。我精明干。